二妹，你今年18岁了吧？出阁的年纪了，还要戏弄你大哥？大哥，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能发现我？明明我的修为已经到了人玄第2境爆气了。找我有何事？哥，皇帝给你赐婚了。皇帝怎会给我这种废人赐婚？又有哪家的姑娘看得上我？这其中有何猫腻？皇帝要让你入赘萧家，借此缓和大夏国与青松国的关系。最近青松国又开始蠢蠢欲动，皇帝怕了，爹已经答应了。青松国第一世家萧家，萧郎帅所在的萧家？为什么？我一个废人，萧家也看不上吧？何况我曾经还是萧郎帅的死敌。是萧家大小姐提出的，她说自己见过无数男人，却很想尝尝大夏国曾经的第一军神是什么滋味，以此为要挟，逼迫皇帝就范。如果皇帝不赐婚，青松国会再次卷土而来，而这一次将会打到京都才罢休。哼，我仇家的女孩想要我入赘？大哥，我带你离开京都吧，我们逃到没人的山里去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。二妹，如果我走了，你觉得方家会遭受何种待遇？皇帝会放过方家的其余人吗？我只是个废物，如果能以废物之身再给大夏国拖延数年时间，或许以后还有转机，不至于灭国。大哥，那些官员那些百姓是如何骂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到了此时此刻你还要想着他们？这5年来就连那些贩夫走卒都敢在背地里辱骂你，为了他们值得吗？那不是还有你，还有爹和娘亲他们这样的人吗？就算是为了你们都是值得的，更何况还有那些嗷嗷待哺的幼孩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他们可曾辱我骂我？哎，你下去吧，我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如此小国竟有出鞘的道友。见过道友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贫道云鹤，来自中州国，道友也是出鞘游历，途经此地。中州国？哎，等等，你的神魂有些古怪，你是魂魄出鞘，不是元婴出鞘。奇也怪也，区区一介凡人，为何神魂如此浑厚，还能自行出鞘？前辈，晚辈只是个被废了气海的武夫，让前辈失望了。失望？哈哈哈哈！老夫怎会失望？老夫此次游历世间100年，本打算归去，却无意发现你这么一块璞玉，也算是缘分到了。你神魂天生浑厚磅礴，正是修仙的好苗子。修仙？前辈，这世间真的有仙？你出身9品帝国，没见过修士也不出奇。世间有没有仙，老夫也不知道。老夫只知道，我等手段对尔等而言就是神仙。老夫打算收你为关门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晚辈气海已废，怕是无法重新修行了。气海？哼，那是你们武夫的说法，我们修仙的不练气海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武夫有3境，人玄、地玄、天玄，每一境又划分4小境，对否？但我懂修士却没这么多说法。炼气筑基，金丹元婴，你们的天玄也不过能勉强与炼气巅峰交交手罢了。老夫要赶回中州国办事，你若愿意拜师，老夫就带你一同前往中州国。前辈，如今大夏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可否请前辈出手？凡尘之事与我何干？你即将踏足仙土，也趁早与这个尘缘做个了断。晚辈无法离去。你竟不愿随我离去？这个小地方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念？只要你跟我走，
我保你100年之内必然晋升金丹，到时候想要回来就轻而易举了。唉，父母在，不远行，让前辈失望了。世上人人慕仙，若有人知道他会成为老夫的关门弟子，就算打断了腿，爬也会爬去中州国，而你却不愿随老夫前往。我派规矩便是如此，关门弟子必须在宗内修炼，你不愿前往，老夫也无法收你为关门弟子。但你的天赋极佳，浪费了真是可惜呀。哎，这样吧，老夫传你3000道门的入门法诀，以后你就是中州国3000道门外门弟子，许你在此地修炼，只要你晋升筑基之后回宗门入籍便可。大哥难道从昨日战到了今日？唉，许是入赘的消息让他心有不平，你大哥心气极高，岂能接受自己入赘萧家之事？爹，这不能拒绝皇帝吗？大哥如若去了青松国，只怕活得不如猪狗。青松国这5年来国力日渐强盛，反观我们大夏却是日渐消沉。萧郎帅替女儿开口，要陈儿入赘萧家，否则便带兵踏平大夏京都。这句话不是玩笑话，也不是大话。拒绝，大夏灭国在即；答应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唉，身不由己呀。姑姑那边也没有任何办法吗？你姑姑虽是皇后，却要以大夏为重，她也明白其中道理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明日萧郎帅之女会带人亲临京都，届时需要你大哥露面，你去劝劝他，让他回去休息。1日入仙脉，哈哈哈哈！天赋果然不俗。记住，筑基之后待我3000道门入籍。大哥这是怎么了？陈儿，爹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你在这里站了1天1夜，也不放心。若你心中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跟爹说。无论如何，爹都会帮你。爹是觉得我在担心入赘之事吗？难道你不是因为此事烦扰，才在这里站了1天1夜？啊，不是此事。孩儿想明白了一些东西，这件事儿爹就无需担忧了。孩儿会处置妥当，孩儿先告退了。爹，你说大哥他想明白了什么？你大哥早会，脑子里想的东西跟我们寻常人不同。或许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应付眼下的境况了。陈儿到底还有何种手段？难道他想依靠那些人？可他的修为已废，那些人就算是其亲手培养出来的，在今次这件事上，怕也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。哎，方君神又出来遛弯了。哼，这5年来，我们大夏国饱受青松国的屈辱，唯独方君神时不时出来遛弯喝茶，仿佛这件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难道他心中没有半点羞愧？60万将士埋骨3界山，他还有心情遛弯喝茶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方君神吗？哎，不对，再过几日
咱们青松国的武者都得喊你一声姑爷喽。哎，这几个青松国武者在说什么？喊方君神一声姑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？萧郎帅已经给你们皇帝提亲了，再过不久，你们这位方君神就得入睡萧家，嫁给第一郎帅的掌上明珠萧神女。嫁给萧神女？你在胡说八道！方君神岂能入赘萧家？你这腐儒敢说我胡说八道？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啊！你们不信，问问你们这位君神，看看老子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。方君神，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说大话。萧家凭什么让你入赘？萧家的确提亲了。天要亡我大夏，我大夏不得不亡啊！谁说大夏要亡了？就算天要亡大夏，他不得先问问我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嘿嘿，老子叫何龙胜。姑爷有什么吩咐？等我重新提剑，第一个斩的便是你。一个废人，还要说什么大话？你们来了，世子。这5年，你们过得可还好？世子，我们过得不好。对，我们过得不好。每当我们听见那些家伙辱骂世子，都恨不得拔剑斩了他们。可世子不准。世子，5年了，您都未曾再来过这间小院。今日此来，是不是我们被重新启用了？我如今修为尽废，若是重新启用你们可还愿意在我麾下听令？要知道，现在你们随便一人都可以轻松击败我。世子，他们谁敢？只要世子重新启用我等依然是世子麾下忠心耿耿的大夏隐卫。许哥说的不错，我等跟随世子，从不是看重世子的武道修为，只要世子有令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等都要闯一闯。世子，萧郎帅之女明日就要抵达京都，如若我等出手，有把握半途击杀他，死伤能控制在3成。看来你们都没闲着，连这消息也知道了。但你们似乎忘记了一点，大夏隐卫之所以是卫，就是守护、保卫，而不是刺客。我不需要你们替我杀人，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守卫大夏。以你们的才能，当刺客可惜了。世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今日我会来此，就是要重新启用你们。你们要做的也仅仅是静候罢了。现在还不需要你们出手，许哥留下，其余人该回哪儿回哪儿去。有些人不在京都，你们可以代为传讯。世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需要一支狼毫笔，上等朱砂，上等黄符纸。另外，隐院有些脏了，需要打扫打扫。世子稍后片刻，我去购买您说的这些东西。世子在画符，可他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？哎呀，算了，想得头疼。世子此举必然有其用意。3000道法入门篇中共有4种符箓，分别是金刚符、神行符、大力符、紫电符，品阶为黄阶下品。前3者属于普通符箓，效果一般。不过第4种紫电符却是雷属，威力惊人。刚刚是打雷了，还是我眼花了？只是眼花了吗？好浓郁的雷灵气，这张紫电符果然成了。这世上竟然真有符箓之说，我还以为都是江湖骗子坑人的把戏。世子不愧为世子，5年来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。许哥，你已经暴起巅峰，名气在京都逐渐显露，知道你的人也不少。可曾想过有一天不再当大夏隐卫？世子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赶我走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赶你走了？那您为何这么说？卑职一日是大夏隐卫，一辈子都是大夏隐卫。5年前，我身边将士一一战死，
我需要有人站在我身边，站在台前，帮我抛头露面解决一些事情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可能再隐匿于暗中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岂不是可以日夜追随世子身边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太阳要升起了，我们回将军府吧。世子，您怎么知道太阳要升起了？您的眼睛难道还是看不见东西？但这世上很多东西不需要用眼睛去看，也只有世子您才能如此了。要是我瞎了眼睛，肯定连路都走不好。萧神女到了，伙等恭迎萧神女。在下西虎营副将游龙昌，奉圣上之命来迎萧姑娘。你们本该早早于此等候。是在下来迟了，请萧神女见谅。给他2个耳光。现在我可以见谅了。大人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刚刚出手之人，至少是一尊玉器初期的强者，而萧神女也是圣上所说的贵客。你们但凡冲撞1、2，只怕要被杀头。既然萧姑娘已经见谅，那在下也不多说。圣上已经在皇宫中等候了，请萧姑娘记得派人去方将军府知会一声。我今日要在你们皇宫中见到方辰君神，毕竟这次我可是准备了5花大轿来迎娶他。萧姑娘请放心，已经有人前去方将军府传讯了，你会在皇宫中见到方辰。如此就好，头前带路吧。大哥大嫂，听闻萧神女已经入京，你们真的决定让晨儿入赘萧家了？小叔，我知道你心中责怪你大哥，我也心疼晨儿。青松国10万郎军，大夏已经没有任何兵力可以抵御。5年前那一战，我大夏日益消沉，青松国却不断壮大。萧郎帅真要率军攻打，大夏恐怕撑不过1年。撑不过1年。爹，娘，二叔，大哥昨日出门一直未曾回来，大哥会不会已经走了？以你大哥的脾性，就算萧郎帅亲至，他也要见上一见，岂会惧怕萧郎帅之女？晨儿可能想趁机离开大夏，处理一些俗事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陈方沧海，恭迎圣旨。方世子呢？这圣旨是传给他的，他敢不出来恭迎？尤公公，晨儿此刻不在府中，由在下替他恭迎圣旨一刻。笑话！圣上给方世子的圣旨由你代接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我立刻就要见到方世子，还请方将军不要耍什么伎俩。青松国的萧神女已经抵达皇宫，方将军，你还是不要胡思乱想，把方世子叫出来吧。没想到他今日还有闲工夫在外溜达。你回来了，方世子啊，咱家还以为你不敢接这份圣旨了呢。圣旨我接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敢掌掴咱家？那些百姓骂我辱我，那又如何？他们务农采桑，
那些武夫骂我如我又如何？他们沙场拼杀，有了他们才有这大夏繁华景象。你呢？区区一介阴阳人，除了在宫中勾心斗角，可曾为这大夏献过半分力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指点点？我叫你一声公公，那是看皇帝的面子，不然你在我面前连个称谓都不配有。陈儿，你此次有何打算？爹，走一步看一步便是。走一步看一步。圣上，老奴宣旨不力，被方世子殴打，还请圣上降罪呀！你被方辰殴打，那圣旨呢？他可接下了？回禀圣上，接下是接下了，但是接下就行了。至于他打你，肯定是你说了哪些话让他生气了。这太和殿内不仅你被他打过，无需计较太多。皇帝，看来方君神对于入赘萧家颇为不满呢，他会不会无视你的圣旨？不如我让麾下郎君去把他带来可好？萧姑娘放心吧，方辰也算是我的侄儿，他既接了圣旨就不会不来，耐心等候一阵便可。方将军府，方世子到，你看这不是来了吗？方君神想要入赘萧家，也是要经历一番考验的。如果他考验失败了，入赘之事就不要再提。青松国不日将会踏平大夏，让此地成为青松国的属国。与画像上的并无区别，只是没有当初那股锐气了，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嘛。不过倒是比我曾经的那些男人长得要更好看一些。皇帝，你跟他说一下吧，要想入赘我们萧家，得经历些许考验才行。我可不想带回去一个一无是处的瞎子。方辰见过圣上，大胆方辰，见到圣上怎么不跪？七虎营副将游龙昌，正是本将。圣上当初赐我御前行走，见皇不跪，你可忘了？那是你还未战败之前，你战败之后，看来是你想起来了。圣上，臣接了圣旨，便马上赶来皇宫。不知萧郎帅之女可在？小姑娘就在朕的身边。小姑娘说了，要你通过她的一些考验，才能入赘萧家。考验？哼，不知是什么考验。小姑娘，你看。很简单，方君神，只要你等下能猜出我麾下郎君的动向，就算你考验通过了。大胆！你们怎敢在皇宫出手？怎敢当着圣上的面出手？考验所需罢了，皇帝不会介意的吧？不知是何考验，需要用上他们。小姑娘说一声便是，也无需让下人动手，徒惹误会。很简单，方君神，接下来我的手下会设是宫女还是太监？只要你猜对了，就算考验过了关。你把我们大夏的人命当成儿戏？只要我们青松国愿意，你们大夏的人命就是贱如草芥。不要为了这一两条性命破坏了今日之事。皇帝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圣上，如若让青松国的人在皇宫残害性命，传扬出去，天下百姓将如何看待我们？方辰，按萧姑娘说的做吧。我终于明白，当初萧郎帅为何会放我活着离去了。方辰这5年，在大夏饱受轻视与辱骂。这次如若他归心，就算其无法练武，也能为青松国晋升8品帝国出一份力。
这也是为父当初留他一命的缘故。成与不成，就看考验之时他会不会做出选择。如果他始终要为大夏尽心尽力，当场杀了；反之，则带他回青松国，路上不要再怠慢折辱，因为他已经看破为父的想法。方君神，到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，死的是宫女，还是这几个小太监？如果我说他们一个都不会死呢？你让父亲失望了。大夏国运保住了。你的修为让你父亲失望了，我的修为没有白费。虽然我这双眼睛是看不见了，可若要我带兵杀敌，依然不成问题。你竟隐忍了5年时间，这是为什么？萧神女，当初你爹没有杀我，今日我也不杀你，带着你这些手下走吧。我们走。尤将军，你去送送萧姑娘。方辰，你来御书房。辰儿，你的修为真的恢复了。姑姑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这几年你在宫中可还好？没见你回来看看。都还好，平日事务繁忙，无法脱身，所以才没回去看看。如今得知你修为恢复，姑姑心中甚慰。你去往御书房，我跟皇上说一声，与你一同回方家。好。方大人，您请进。方辰，你修为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刚刚的手段不像你们方家祖传的玄天诀。微臣去年遇到一名道人，传授了微臣些许调养身体的法诀。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养生功法，不曾想却让微臣修为恢复，也从中领悟到一门特殊的武器紫电掌。道人？那道人如今在哪儿？啊，微臣只见过他一面，应该是云游去了。唉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若你下次见到那道人，记得为朕引荐一番。朕向来对道法极为感兴趣，这一次青松国逼迫朕让你入赘萧家，朕为了大夏国运，迫不得已答应了。如今好了，你修为恢复，萧郎帅也必然有所忌惮，短时间内是不敢再与我们大夏起争执。你不会怪朕吧？微臣岂能不明白圣上的用心良苦，都是为了大夏的亿万子民。若微臣没有恢复修为，今日就会跟随萧神女前往青松国。哎，你能明白就好，能明白就好。不过你修为刚刚恢复，定然需要休养一阵，接下来就不要到处乱走动了，好好在方家待着养养身子，谨遵圣意。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太子殿下，我听闻方君神修为尽复，心中大喜，特意前来与方君神一见。太子，我们倒是很久没见了，不过今日我累了，想先回府休息，下次再续吧。去查一查，方辰这5年到底接触过什么人？我要知道他的修为是如何恢复的。是。辰儿，
圣上恢复你元帅之职了吗？圣上让我在方家休养生息，说我修为刚刚恢复，得养一养身。啊，这样啊。姑姑，可是那华贵妃一直找你麻烦。太子如今虽然尊我为母，但他毕竟是华贵妃生的，他仗着这层关系，在后宫之中处处惹是生非，虽不敢明面招惹于我，但三番两次试探，怕是瞧上我这个位子了。叫我跟你说这些做甚？你向来不喜欢宫中的尔虞我诈，既然圣上让你在家中多多休息，你就好好养养身子。即便我麾下没有千军，但以修士之能保护大夏不受青松国之流的侵扰，还是简简单单的。朝堂之事，日后与我再无瓜葛。晋升筑基后，我就前往中诸国3天道门入籍。小人错了，小人错了，还请大人手下留情。小人没开好孩子，请大人鞭打小人，莫打小人的孩子。你小孩把我鞋子弄脏了，这样，我就要你一条腿好了，很公平吧？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小人若是断了腿，就没人养家了，一家老小都会饿死的。哼，这我可不管啊！你们这些大夏贱民，多死几个又何妨？我记得你叫何龙生是吧？哟，这不是我们萧家的大姑爷吗？你和小姐的婚事已经敲定了，何时嫁过去啊？还不走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大姑爷，你管的事情也太宽了吧？你要记住，以后你就是咱青松国的人了，可别吃里扒外。哈哈哈，你们恐怕还不知道，方辰马上就是萧家赘婿，以后要喊萧郎帅一声爹爹。方君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萧神女可送离京都了？啊，送走了。萧神女走了？哎，那方辰为何没跟着一起走？可萧神女不是今日才抵达大夏京都吗？怎么当日就要离去啊？你张口闭口一声姑爷，我都让你喊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不过很可惜，我无缘入赘萧家，所以我还是我。怎么会？九龙昌，借你佩剑一用。我曾说过，当我重新提剑，第一个要斩的人便是你，何龙生。你要斩我？我背后可是青松国。来，方君山，哎，你朝我这里看。如果我哼一声，我就……今日过后，天要变了。今日起，我不想在大夏京都见到任何一名青松国的武夫。西火营将士听令，我们跟着方君神，今日便把京都的青松国武夫全部杀光。哎，你们说萧神女会不会来这边下榻呀？自然会，咱们馆主可是郎军中的老人了，曾经跟随第一郎帅在三界山亲手击败了方辰。听闻萧神女美艳无双，这下倒是便宜了方辰。不要这么说，如若方辰成为我们青松国之人，那这大夏岂不是再也没有半点希望？我们青松国踏平此地指日可待。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？哎，那不是方辰吗？事情不对劲，我去通知馆主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杀了！都停手！方辰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萧郎帅安排你在京都与某些不安分的家伙联系筹谋，我本来可以当作看不见，毕竟那些家伙也左右不了国事。但你不该纵容青松国武夫在我大夏京都横行无忌。败军之将有什么资格提诸多要求？
你不久之后便是我萧家姑爷，我给小姐一个面子，现在带人离去，我就不把此事呈禀你们皇帝。萧关主，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胆敢来此地滋事？你放心，不用你们出手，我李皇第一个宰了他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方禅，西湖营游龙昌。李公子，这件事由我来解决便好。好，萧关主来解决吧。方辰，你该退去了。青松上等馆有玉器强者3名，其中2名玉器初期，1名玉器中期，暴起巅峰15名，余下若干武夫1032人。方军神，你今日此来到底有何用意？别忘了，你马上就要入赘我萧家。哼，你还不知道，萧神女已经离京了。离京了？不知道吗？无所谓了，你知不知道内情也改变不了我要做的一切。现在青松上等馆的玉器武夫只剩2人了，尤将军，杀吧！今日在此的青松国武夫一个都不要放走。诺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？萧天赐是玉器武夫啊，怎么会被方辰一招大杀？他的修为恢复了。刚刚的雷霆从何而来？这是什么手段？玉皇，我们叙旧。这几年你跟萧天赐走得很近。也不是很近，就是经常来这里习武交流。方居山，你杀了萧天赐，这恐怕会引来朝野不满。圣上若是知晓此事，怕会降罪于你。青松国的武夫杀就杀了，圣上为何会降罪于我？因为这会引来青松国的震怒，到时候我们大夏得死伤多少人才能让他们息怒啊？你觉得青松国得死伤多少人才能平息我心中之怒？玉皇，外面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有关主在，你瞎操心什么呀？刚刚的比试已经到你了，我一箭就射中那贱民的眉心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比试就输了。记得赔我1000两银子啊！你还没回答我，你说我该如何平息这心中之怒啊？我这件事与我无关，我只是来这里看个热闹。这些靶子这些人我一个都没杀过。方辰，你来此处作甚？天马大人小心，萧关主已经死在方辰手中了。世子，萧天子盯着，所以那天我不曾前往隐院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每日都得瞧见如此景象。你说这青松上等馆是否已经怨气冲天？辛苦的是世子才对，我知道此事，却没能力阻止此事。世子切莫如此想，他们命中该有此劫。世子要做的不仅仅是救1、2人的性命，大家若是没有世子，就会死伤更多人。你们，大夏隐卫已经重新启用，你的任务也结束了，今日之后便归队吧。是，世子。世子，另1人已经死于我手，京都内应应该没有青松国的玉器武夫了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如今大夏已经不需要再与青松须臾为谊，第一步就先从肃清京都余毒开始吧。那这几人呢？方君山，我错了，我也是大夏子民的，请你看在我姑姑和皇后都是圣上妃子的份上，饶我一命吧。也许你更想当个青松人，下辈子记得好好投胎，不要再来大夏了。方辰，你真要杀我？你杀了我，我姑姑不会放过你的。别以为你是军神就能肆无忌惮，圣上早就把你当成眼中钉了。方辰，圣上没有看错你，你早就起了异心，
私下培养死士。我就是错鬼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圣上如若自求死士，你很快就要来陪我了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圣上有多可怕。为虎作伥，也留不得。你在京都之中，可给自己安排了身份？不曾。啊，去我方家的私塾吧。谢世子。哎，你们还不知道，方君神带人杀了进去。听说青松上东馆馆主已经受首。哎，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。方君神，里面的青松国武夫都死光了，但有些人逃了。今晚是个不眠之夜。诸位，方辰此次所为，你们怎么看？我说他此举鲁莽之极。虽说我家那位说，今日在皇宫之中，方辰展露了超凡的手段，一击斩杀了一名郎君头领，还把萧神女赶出了京都。可他也不想想，曾经巅峰如他，一样败在萧郎帅手中。不错，现在呢，他还要屠戮京都的青松国武夫。消息若是传回青松国，只怕萧郎帅马上就会有所动作。我们大家不知要赔偿多少，才能让他们息怒啊！七虎营游龙真是疯了，竟跟他一起行动。也不想想，要是这些青松国武夫可以杀，圣上会不动手吗？哎，话说回来，圣上那边怎么没有丝毫反应？不仅圣上没有反应，各方也都好像在看戏一般。可看到最后，只怕会引火烧身。哎，叶兄，叶尚书怎么说啊？哈，我爹只说了一句，静观其变。看来方辰当初的威名还是让不少人深深忌惮。若他真的成了废人还好说，如今修为竟然也恢复了。我觉得大夏曾经最大的错误，就是让方辰凌驾于兵部，甚至凌驾于圣上，才导致他好大喜功，最后葬送我大夏60万军士。叶兄，我听闻你最近武道大有进益，京都各营将士都很服你，不如你站出来，取方辰而代之。我的修为的确有所提升，运气好，路遇一位云游道人，赐了我一颗金丹，登符之后修为增长了不少。哼，可与方辰比之，还是望尘莫及。不过方辰此举的确是有违当今局势，所以我请诸位都跟家里人说一说，替我保住一人的性命。只要他不死，方辰今日此举都有转圜的余地。小兄请进吧，我这些兄弟不会出卖你的。叶兄，承蒙相助，若无你，只怕我也死在这大夏京都的街头了。等我回到青松，此恩我记着了。萧兄客气了，我们都不认同方辰此举。如今大夏与青松理当如朋友一般联合才对，不应该再打打杀杀，这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。玉仙子怎么还不登台见我？今日我宴请贵客，莫要怠慢了人家。不愧是大夏河最有名的歌姬玉仙子，这舞姿的确出尘如仙。灵气比之前浑厚了倍许，看来明日就能尝试凝聚第二条仙脉，晋升炼气2重了。
方君神，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青松国武夫的踪迹。算了算人数，如您所说，缺了2人，一个是铁马，青松国玉器高手，一个是萧恩，萧天赐之子。这2人仿佛人间蒸发了，如何也找不到。我已经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所以他们交给我便是。尤将军应该是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世子，叶清河收留了萧安，似乎想借此人讨好青松国，顺便对付你。你没必要亲自前来，消息我已经收到了。要是被人看见你在这里，大家百姓还不把我生吞活剥了？世子，您说什么？你可是玉仙子，喜欢你的人可以从大夏京都排队到青松国萧家门前。这些凡夫俗子岂能与世子相比？世子，铁马已经归队，我何时才能完成任务，重新回到您的身边？就是在您身边当个丫鬟，替您敲敲背、捏捏肩、洗洗脚，都好过在那群令人作呕的家伙面前强颜欢笑。这一天不会很久了。你的修为还没有到暴气之境，现在是多事之秋。若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以内气激发，他们可以帮到你。你的修为还没有到暴气之境，现在是多事之秋。若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以内气激发，他们可以帮到你。这是符箓，世子我如今修道有成，算是另辟蹊径了吧？啊，有人来了，你该走了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方君神，这里有一份名单，你收着，上面勾选名字的都已经死了，你好一一对应。1000多名青松国武夫，只有1人没死。方君神，你让我等很难做呀！我接到命令，要来捉你前往大华寺收押，等候审问。还有一个没杀呢，等他死了，我跟你去大华寺。还有一个没杀呢，等他死了，我跟你去大华寺，如何？方君神，你莫要为难在下了。今日在下若拿不住你，可是要被问责的。寺主说过要几时拿我回去？没说吧？那就好。我今日会跟你回去，说你不放心，可以随我一起去。大人，我们这是……我不敢强行拿人，不过方君神说了，事情解决会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就有点耐心吧。大人，李国舅的儿子李黄也在青松上的馆，已经被腰斩，事情麻烦了。这不是兵部尚书府吗？老爷，方君神来敲门了。方辰怎么来了？这杀神昨晚不是在杀青松国的武夫吗？为何要来兵部尚书府？难道是为了当年那件事？爹，我们见是不见？方辰来找老夫做甚？方辰来找老夫做甚？去见一见，我想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方辰跑去兵部尚书府了。哎，他不会还记恨当初那件事吧？那件事也怪不得叶东明，是手下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该运给方辰的军粮运到了别处。圣上那边到底有消息没有？大华寺的人为何不把方辰拿下，还任他到处跑？方君神难道认为萧恨躲在兵部尚书府？方君神，好久不见了。自从你不上早朝后，你我见上一面，可谓难如登天呢。不过很快，我等就能在朝堂上见面了。不知方君神今日此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朝堂之事，这5年来我想了许多，不打算再理会了。所以，今后你我也很难在朝堂上相见。方君神真是在说笑，你修为已经恢复，我看用不了多久，圣上就会让你重新掌兵，与青松国较量较量。哼，叶尚书就当我是在说笑吧。方君神，今日此来到底所为何事啊？啊，只是跟你们叶家要一个人而已。方君神，我们叶府有什么人需要你亲自上门讨要？会不会是来错地方了？萧天赐之子萧恨，他此刻就在你们叶府之中。叶尚书把他交给我就行了。等等，萧天赐之子萧恨，方君神，你莫要乱说，我怎会收容此人？等等，萧天赐之子萧恨，方君神，你莫要乱说，我怎会收容此人？这些大华寺的人，难道是冲那萧恩而来？方辰此子向来不会无的放矢，他为何说萧恩在老夫府邸？叶大人不妨问问你家的公子。清河，你见过那萧恩？快告诉方君神，他并不在府邸。爹，我从未见过萧汉。方兄，我虽不知你的消息从何而来，但以我之见，你可能被人戏耍了。对呀，方君神是不是误会了？兵部尚书岂会收容青松国武夫？方君神也不是真正的神仙，不可能面面俱到神机妙算。我倒是听说，当初兵部尚书与方君神之间有些许恩怨呢。难道方君神故意借此事来算旧账的？方君神，当初那件事的确是本官失职，但这件事已经在圣上面前说了。方君神，当初那件事的确是本官失职，但这件事已经在圣上面前说了，本官也领了责罚，你岂能因为此事来嫁祸本官，抹黑本官的名声？叶尚书，可否容我入内搜寻一番？方辰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是尚书府，岂容你肆意践踏？你以为你还是曾经的军神吗？你如今只是一介白衣，连朝堂都没有资格踏足。方君神，尚书府没有多大，你可以随意搜寻，但若是找不到萧恨的踪迹，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？找不到，我就跟他们前往大华寺了。叶尚书还有什么交代？那好，方君神请吧。爹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们没做过的事，何惧之有？方辰，兵部尚书府你不能进。太子殿下，为何我进不得尚书府啊？你昨夜大闹青松上等馆，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一个囚犯有什么资格踏足我朝兵部尚书府？大华寺那个，你来一下。你对律法比较熟悉，我如今是不是戴罪之身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大华寺司职袁庄。你好好跟方君神说一说，他现在是不是戴罪之身？按照规矩，方君神得先入大华寺，
由四主审理定罪之后，才算是戴罪之身。如今方君神还未进入大华寺，以当朝律法来计，方君神并不是戴罪之身。按照规矩，方君神得先入大华寺，由四主审理定罪之后，才算是戴罪之身。如今方君神还未进入大华寺，以当朝律法来计，方君神并不是戴罪之身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听到了？叶尚书已经答应让我搜寻他的府邸，既无其他正当理由，太子殿下还是莫要阻拦在下了。难不成太子殿下知道萧亨在尚书府参与了私藏萧亨之事，所以才如此急切的阻拦在下查探？你要查就查，不要构陷太子，太子岂会窝藏轻松过武夫？那就好。大和寺让你出来抓人，你却任由他到处乱跑，甚至还闯入尚书府。身为司职，我看你已经失职了。大和寺让你出来抓人，你却任由他到处乱跑，甚至还闯入尚书府。身为司职，我看你已经失职了。太子殿下，在下也是左右为难呐。如若强行出手，在下等人哪里是方君神的对手？我可是听说方君神修为已经恢复，是我们大夏唯一的丹气强者。如今朝野尽是你这般废物当道，我大夏才会日渐衰败。我们也进去吧。方君神既然来了此地，就不是无的放矢。我倒要看看这兵部尚书府中是不是有轻松余孽。是你手段诡异，也不是神仙。只要萧亨好好躲藏，怎么可能被你找到？方君神，你打算从何处开始找？老夫这宅邸也就4进院子，不大，藏不了几个人。方君神，你不是要找人吗？站在这里怎么能找得到人？得走动起来才是。方辰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萧恩他日必定要亲手手刃你。还有这叶清河，方辰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萧恩他日必定要亲手手刃你。还有这叶清河，区大夏贱民也敢用我的性命来当筹码，为自己谋出身，笑话！这就是方君神呐，我辈真是望尘莫及。叶尚书，你这座假山颇为奇特，是请哪位工匠打造的？我觉得方家之中也应该有一座这样的假山。方君神，你是来找人的，还是来欣赏我尚书府的风景的？既是找人，也是欣赏美景。若不来上一趟，又怎知你这座假山之下内有乾坤？乔安，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进去抓你出来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出来。真是萧安，这萧恩果真躲藏在此地。
不过叶尚书，你这么做是对的。方君神昨日封了魔，胡乱屠戮青松国的武夫，你救下萧寒啊，也能让大夏对青松那边有些许交代。太子殿下，我青松这几年与你们大夏互不侵犯，即便有些争斗，也是小打小闹。太子殿下，我青松这几年与你们大夏互不侵犯，即便有些争斗，也是小打小闹。方辰昨日屠戮我青松国的武夫，杀了我爹，这件事传出去，只怕会让两国立起战端。萧寒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坐视此事发生。大华寺已经派人来捉拿方辰了，等他入了私狱，我会想办法给你们青松国一个交代。如此就好。方辰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跟袁庄回大华寺吧。这萧寒，你动不得也杀不得。太子殿下，都到如今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指望青松国那边接受你的求和？我昨天说过，要肃清京都余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谁也拦不了我，就连我也拦不了你。方君神，人已经杀了，您就跟我回一趟大华寺吧。你们的仇我报了，但这远远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走吧，就不为难你了。多谢方君神。是萧安，萧天赐之子萧安，是那个在京都最为跋扈的青松国武夫。是萧安，萧天赐之子萧安，是那个在京都最为跋扈的青松国武夫。哎，真的是他呀！没想到兵部尚书竟然窝藏着青松国武夫，这不是与方君神作对，与我等大夏子民作对吗？把这萧安的头颅熬成汤，我儿子有肺病，喝下定能痊愈。清河，告诉我，为什么？爹，这是太子的意思。方辰要杀青松国武夫，太子就要救下青松国武夫。太子为什么要与方辰作对？这并无好处。太子只是想让天下臣民知道，方辰是错的，并不是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只有这些人知道这一点，才能彻底杜绝方辰起复。太子是怕方辰重新掌握兵权，会危及他的。三皇子一直在青松国当质子，难道说他要回来了？太子只是想让天下臣民知道，方辰是错的，并不是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只有这些人知道这一点，才能彻底杜绝方辰起复。太子是怕方辰重新掌握兵权，会危及他的。三皇子一直在青松国当质子，难道说他要回来了？世人都知道，方君神与三皇子相交甚笃。5年前方辰战败，三皇子毅然决然主动请缨前往青松国当质子，其唯一的要求就是让皇帝不要责罚方辰，不然当初前往青松国的就是当今的太子了。太子说了，方辰如若真的恢复修为，千方百计都会把三皇子救回大夏。或许已经有人在暗中行动了。唉，看来你们真的很怕方辰呐。什么？大哥被抓去大华寺了？你去添什么乱？好好待着。爹娘，你们一点都不着急吗？你大哥这次修为恢复，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，就代表他暗中有些事情正在谋划。如今他清理了京都的青松武夫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猜得到。
就算我是他爹，也不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别给他添乱，尤其是你。大哥在大华寺会不会被严刑拷打？哼，谁敢呢？别说他三姑是当今皇后，就是方君神这3个字也是金字招牌。大华寺那边只会好吃好喝的供着，等皇帝那边发话，谁敢呢？别说他三姑是当今皇后，就是方君神这3个字也是金字招牌。大华寺那边只会好吃好喝的供着，等皇帝那边发话。知轩，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方家的种。不说你跟你大哥比吧，好歹你得学会如何动脑筋思考问题啊。二叔，你在羞辱我。好了好了，辰儿恢复了修为，还肃清了京都青松国的余孽，以后再也不用看见那些青松国武夫在京都耀武扬威，这是一件喜事。对，这是一件喜事。不过圣上似乎没打算让辰儿复职，以后怕也不会让辰儿接近朝堂。他凭什么？二弟，不要乱说话。三妹，你无需为此事担忧，这一切得看辰儿自己。若他不愿意再跻身朝堂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希望以后辰儿别再带兵了，以他的年纪也该好好成个家，给我们方家延续血脉。老爷，有个人来应聘咱们的私塾先生，说是世子介绍来的。啊，方辰介绍来的。把人喊过来，我们看一看。铁马见过方将军。你是青松上等馆2名御祭武夫之一，铁马？你是青松上等馆2名御祭武夫之一，铁马？既然是你大哥介绍来的，他就是我们方家的人，不要听见青松2字就有反应。铁马先生，据我所知，你应该是青松国臣民吧？方将军有所不知，在下是土生土长的大夏子民，只是当初奉命前往青松国潜伏在郎君之中，为方君神传递消息。你是潜龙？啊，正是潜龙，是大夏用来称呼那些专门潜伏在敌军之中，为大夏传递讯息之人。这一类人牺牲极大，危险极大，10名潜龙可能有9名不得善终，所以被选为潜龙之人都必是极为优秀，对大夏无比忠心之辈。若被敌军发现，结局就是自尽，所以被选为潜龙之人都必是极为优秀，对大夏无比忠心之辈。若被敌军发现，结局就是自尽，有些潜龙来不及自尽，会饱受极其恐怖的刑罚折磨，才慢慢死去。铁马先生，以后你就是我方家私塾的先生了，方家子弟日后得要你多多照看一二。您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辰儿可说让你换个名讳，世子说就用这个名字，说有人猜到就让他们猜到。哈哈哈哈，好。先是风云剑，然后是铁马，一名暴气巅峰，一名玉气初级。虽然风云剑比不得铁马，但辰儿真的是深藏不露啊，这地院比咱们方家还浑厚。玉气初级呀，以后咱们方家又多玉尊玉气初级。虽然风云剑比不得铁马，但辰儿真的是深藏不露啊，这地院比咱们方家还浑厚。玉气初级呀，以后咱们方家又多玉尊玉气初级。二爷，我就在你后面，我说不得你吗？那不是，二爷想说尽管说，我不介意。
哼，这不是我们方军神吗？没想到你有朝一日也会来我们大华寺呀！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依然是大华寺少卿啊！哼，死鸭子嘴硬，你当初的拳头若有你嘴这么硬，也不至于在三界山败得如此凄惨。哼，死鸭子嘴硬，你当初的拳头若有你嘴这么硬，也不至于在三界山败得如此凄惨。这间房便是你的牢房。玉成，我已经吩咐下人送了些东西过来，你可否帮我拿到此地？是什么东西？哈，也没什么，一只狼毫，几许朱砂，一叠符纸罢了。典狱有典狱的规矩，除非是少卿大人开口。你是李华峰的人，少卿大人对我恩重如山。小子，你想在大华寺典狱里画符？我在这里关了这么多年，你这要求我还是头一回见。哈哈，有趣啊，有趣啊！小子，你想在大华寺典狱里画符？我在这里关了这么多年，你这要求我还是头一回见。哈哈，有趣啊，有趣啊！小子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哎，是犯什么事进来的？能进大华寺的都不简单，家中还有何人呢？他们可有关系，捞你出去啊！典狱有典狱的规矩，你是新人，以后粪桶就由你来清洗了。让我洗粪桶？你们在吵什么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又有新人来了是吧？新人自报家门。你还不快自报家门？你可知道说话之人是谁？那可是当初方军神座下4大龙将之一，当初4大龙将可真是威风啊！可惜5年前三界山那一战，直接死了3个，唯一活下来的这位也被关进了大华寺，足足5年了，都还未开膛审理。当初4大龙将可真是威风啊！可惜5年前三界山那一战，直接死了3个，唯一活下来的这位也被关进了大华寺，足足5年了，都还未开膛审理。老黄，是我。元帅，他们怎么把你也弄进来了？该死的，他们该死！元帅，他们怎敢把你也抓进此地？他们骗我，我去杀光他们，带你离开这里。这个少年竟是方军神，外面发生什么了？方军神怎么被关进来了？黄将军，快快回你囚房去！你们再敢啰嗦半句，我就杀光你们！老黄，是我自己进来的，跟他们无关。元帅，我现在不是元帅，叫我世子吧。世子，我就是听他们说，只要我乖乖待在这里，他们就不会动你，圣上就不会动你。他们骗了我。世子，我就是听他们说，只要我乖乖待在这里，他们就不会动你，圣上就不会动你。他们骗了我。什么？黄将军待在典狱不曾逃走，竟是因为这个原因？他们没骗你，这5年的确没人来骚扰我。世子，既如此，为何你会进来此地？啊，是李华峰那家伙，他奶奶的，我替你杀了他！我这2天杀了不少人，都是青松国的武夫，所以他们要把我关进来，想想如何处置这事。我在想，正好我们也5年没见了，就进来看看你。杀了不少青松国武夫？世子，你的修为恢复了。哈哈哈哈！方军神修为恢复了，难怪，我就说为什么这2天大华寺这群人的脸色不太对劲。哎呀，天要变了呀！方军神修为恢复了，难怪，我就说为什么这2天大华寺这群人的脸色不太对劲。哎呀，天要变了呀！我以后不打算涉足朝堂，如果你从这里出去还要跟我没有将军的位子给你做了。世子，这老狮子将军有什么好当的？你以后就是去卖烧饼，我都给你揉面。黄将军，这几年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也没给你脸色瞧，更没羞辱你，你至少要给我留一份面子才是。老何，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你把我家世子关进来，
怎么也得跟我招呼一声吧。要不是世子跟我解释了一番，我出去第一个就捏碎你的脑袋瓜子。既然你家世子跟你解释了，你能否回去你的囚房，先把我要的东西给我，然后给我安排一间单人房，他就会回去。你听到我家世子的话了？你的人在大华寺外面，你的人在大华寺外面。稍后片刻。要是给我10名宝器武夫，50名灵气武夫，估摸着能把这大华寺前前后后拆上一遍，半个时辰不用，就能达到典狱所在。风云剑许哥，这家伙在想着攻打大华寺，这难道是方君神的意思？你是大华寺的人，世子让你来的。这家伙干什么？为什么看见我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？大华寺的人都这么胆小吗？对，对，拿去交给世子吧。我这么做已经坏了规矩，所以我得看一下这包袱。去把东西交给我家世子，别耍花样。如果让我知道你东西没给他，以后你走路就得天天看路了。你知道我是大华寺玉成，还敢如此威胁我？大华寺玉成怎么了？我光脚的，还怕你穿鞋的？老华，去你自己那边待着吧。世子，我先送你去丹间。方君闪，攻打大华寺不是一个好的决策，希望您慎重。哼，死得好啊，死得好。可知道方辰这一闹得给我们大夏带来多少危害？如果青松国那边因为这件事儿直接发兵攻打，我们大夏又能撑得了多久？少卿大人，这5年来，青松国武夫在咱们大华寺堆积的案卷成百上千，他们犯下的事数不胜数。如今方君神替我等摆平了他们，也算是减少了大华寺的负担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至于青松国那边，这就不是我们来考虑的事情了。方君神此举必有其用意。老朽听闻他的修为已经恢复，那咱们大夏也不再是不堪一击吗？老朽听闻他的修为已经恢复，那咱们大夏也不再是不堪一击吗？你们这么讲无可厚非，但实际上，方辰巅峰之时也落败于三界山，我们大夏跟青松完全没得比。今日我喊你们前来，就是想与你们商议商议对方辰的处置。我建议判入天牢，不日发送青松，让那边自行处理此事。如此一来，也可消去他们心中的怨愤。诸位大人，大华寺门外聚集了不少人，可是来要求释放方辰的？不是，他们来自古河、龙渡、宜州，说方辰残害青松国武夫，必须要严惩，否则他们这些外来的人在大夏京都便没有任何安全可言。哼，胡闹！此事与他们何干？怎么没有关系？赵四将，你不要忘记了古河、龙渡、宜州3国与青松的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赵四将，你不要忘记了古河、龙渡、宜州3国与青松的关系。他们跟青松年年都有大笔的交易往来，互通有无。方辰此举只怕已经惹怒了他们，如果他们开始施压大夏，我们当如何自处？大夏有一个青松为敌已经足够，要是再与这3国为敌，只怕国运当灭呀。哎，寺主来了。寺主，你们商量了半天，可商量出个章程来了？
寺主，依我之见，方辰必须交给青松。哎，这件事儿令人头疼啊。方辰在大夏地位非比寻常，如果说他修为没有恢复，可用他来换取我们大夏数年国运破灭。方辰在大夏地位非比寻常，如果说他修为没有恢复，可用他来换取我们大夏数年国运破灭。可如今他修为已经恢复，哎，你们就没想过，不管我们给他什么样的处置，有一点最为关键，得他自己乐意。难不成他敢公然违令？你看他敢不敢？哼，别看我是大华寺寺主还是王爷，我要是当着他的面骂他几句，你觉得他扇不扇我嘴巴子？这不就得了？你们也别商量了，这件事儿咱们大华寺别管，让方辰自己处置吧。反正啊，人也给抓回来了，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，后续如何与我们何干？少卿大人，我看你也别管这件事了，免得惹上一身骚。大人，圣徒怎么说？你呀，这次把方君神拿进大华寺，靠你呀，这一辈子牛逼了。哈哈，至于其他，不归咱们管。去把其余的司职喊上，今天我高兴，请你们去大夏河边听曲儿。方君神越强，咱们大夏就越强。老天爷果然没放弃我们，大夏与青松必有一战，但这一战直接决定两国命运，要比三界山那一战还要惨烈。方君神修为越强，大夏国运就越稳。狱卒，你们要把我方君神关押到何时？还不赶快放他出去，为我大夏镇压青松！方君神，你们商量的如何了？寺主已经收到皇宫那边的消息，请方君神入宫面圣。世子，您等下来接我呀！你已经待了5年，不急于这1-2天，好好待着吧。方君神，奴才奉命来接你，您跟奴才走一趟吧。哈，有劳了。方君神，你说圣上会不会处置我们？我等杀的是青松国五父，圣上岂会处置我等？你无需担忧。哎，那不是李国舅他们吗？方辰，我李家与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竟对我儿家如此毒手，断我李家之后。方辰，我李家与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竟对我儿家如此毒手，断我李家之后。这家伙不会是把李皇也杀了吧？李皇的姑姑可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妃子之一呀。儿啊，他就是方辰吗？你为什么要杀我孙？为什么？老身今日就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
老人家，李皇跟青松国五福一起，把大家百姓视若猪狗，用他们当箭靶。就算我不出手，圣上也要砍了他的脑袋，可能还要连累你们李家。唉，老人家，李皇跟青松国五福一起，把大家百姓视若猪狗，用他们当箭靶。就算我不出手，圣上也要砍了他的脑袋，可能还要连累你们李家。你杀了我孙，还要污蔑他，我孙岂会做出这等事？老神要打死你！太子，您说方辰会如何解决此事？他杀青松国五夫也就罢了，连李皇都一起杀了。我看李国舅和方贵妃不会罢休。解决？这件事可不好解决了。李国舅之母可是我爹曾经的奶娘，有这层关系在，方辰动弹不得，不动弹又不行。哈哈哈，进退两难呢。方辰，你敢对我老娘出手？我什么也没做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。你是武夫，单骑武夫，你要杀我娘，甚至都不用动一根指头，只要你的内气便能做到。你一定要为皇儿报仇啊！替皇儿报仇，杀了他，抄大家。娘！哎，方君神针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孺出手了。别乱说，方君神一直不曾还手。单骑武夫，杀人何须动手？我看这件事不简单呐。方君神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该对我大夏子民出手。清河，你知道受千夫所指是什么感觉吗？不知。清河，你知道受千夫所指是什么感觉吗？不知。那看看方辰就知道了，他现在麻烦大了，想要起复几乎没有可能。太子，您这一招真是妙啊！就算圣上再想让方辰带兵，他也失了民心，不会有人同意。方辰要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娘！他只是心力交瘁才昏死过去，如果不及时施救，那就是真的回天乏力了。儿啊，娘已经到地府了。李国舅，李皇在青松上能馆做了什么，你心中自己清楚。如果你不忿我杀了他，尽管施展你的手段来找我麻烦，但别拿老人当挡箭牌。我现在已经不领兵了，功名利禄早就抛诸脑后，并不会在意大夏百姓如何看待我。李国舅，李皇在青松上能馆做了什么，你心中自己清楚。如果你不忿我杀了他，尽管施展你的手段来找我麻烦，但别拿老人当挡箭牌。我现在已经不领兵了，功名利禄早就抛诸脑后，并不会在意大夏百姓如何看待我。方辰还有如此手段？你们干的好事，是谁让你们对青松上能馆出手的？可知道这件事儿会引来何种后果？圣上，青松上能馆在大夏京都就是一颗毒瘤，这5年来残害了不少无辜。圣上，青松上能馆在大夏京都就是一颗毒瘤，这5年来残害了不少无辜。你以为朕不知道此事？大夏局势飘零，就算你恢复了修为，是单骑武夫，那又如何？你能比得上千军万马，可郎军就有10万之众，你一个人对付得了？我们大夏早已没有多少兵力，如果青松国因为此事发兵攻打，方辰，朕问你，你能解决此事吗？圣上，您不知道萧郎帅此人的脾性，他没有实权的把握是不会动身的。他一日不弄清我此刻的状况，就一日不会攻打大夏。这也只是你的猜测。朕问你，真要出了事，你可能负责？一切后果，
臣自行承担。好，你这次举动的确是鲁莽了。古河、龙都、宜州这3国的人都在盯着朕。好，你这次举动的确是鲁莽了。古河、龙都、宜州这3国的人都在盯着朕，看朕如何处置你。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只怕说不过去。我们大夏已经跟青松氏死敌，不能再得罪这3国。圣上尽管吩咐，臣都会遵旨。从今日起，你爹方三海官销3级，朕也会令他交出东虎营的虎符，而你终身不得踏足朝堂，不得领兵。这算是朕对他们做出的承诺，只有如此，他们才会罢休啊。你对朕的处置可有异议？臣没有异议，谨遵圣旨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方君山，有事吗？方君山，圣上罚你终身不得踏足朝堂，一辈子都不能领兵，您就没有半点怨愤？为何要有怨愤？这样的判罚正是我此刻的心意。朝堂之事太过好见好善，倒不如在家当个逍遥世子来的快活。走了。我如今能做的，就是照顾好身边的人，保护好大家百姓，或许再试试成仙的滋味。圣上如何处置你？终生不得踏足朝堂，一辈子不得领兵。寺主说了，黄四海在大华寺每日要吃10斤牛肉5斤米饭，大华寺供养不起，你自行带回去吧。寺主说了，黄四海在大华寺每日要吃10斤牛肉5斤米饭，大华寺供养不起，你自行带回去吧。世子，走吧，许哥、铁马他们想你了。晨儿，姑姑吃完这顿饭，今天就回宫了。你也23岁了，理当要成家。可有中意的姑娘，姑姑替你提亲。晨儿心中的确有人。大哥，是哪家的姑娘？我也不知道。父亲，爷爷仍在闭关。你爷爷还在闭关之中，如若成功破关，方家会再多一尊丹器。你爷爷还在闭关之中，如若成功破关，方家会再多一尊丹器。丹器武夫是9品帝国的标志，大家之所以如此示威，就是因为丹器武夫出现了断层。萧山女，你不回青松去折返此地，所为何事啊？真没想到，所谓的方君神只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。我爹对你推崇至极，他也是看错了人。此言何意？你受伤不轻。你表面上放我离去，背地里却派高手来追杀，现在还要装傻吗？我一回到京都，就听说你屠戮了青松上等馆，你果真卑鄙。青松上等馆的确是我除掉的，如此毒瘤，留着作甚？至于你，不是我出手的。青松上等馆的确是我除掉的，如此毒瘤，留着作甚？至于你，不是我出手的。不是你是谁？到了现在还不敢承认？是我杀的我会认，不是我杀的我认了做什么？你跑到我这里，只怕也是心中有所疑惑吧？说说看，你遭遇了什么？我离开京都都没多久，大概1日的功夫，就在途中遇到一名道人。这道人手段极其诡异，不仅刀枪不入，还力大无穷，上百郎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10数名郎君护我离开，余下的都在拖延道人的时间。但不管我逃去哪里，道人都可以轻松地找上来。
我身边的郎君一个接一个的死去，最后没有办法，我就趁机逃进了你们大夏京都。这道人的实力只怕已经到了丹气之境，最后没有办法，我就趁机逃进了你们大夏京都。这道人的实力只怕已经到了丹气之境，你们大夏的确是藏龙卧虎，这5年来一直不曾安分过。道人，不过也有可能是武道功法。从萧神女的描述来看，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怎么这么像金刚符、大力符？这是修行界入门符箓，不是3000道门的专属，寻常修士基本都会制作。如若猜测是真，就代表大夏京都藏着一名修士。方辰，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他又是受谁人委托要来杀我？你刚刚说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他，他可以一直找到你藏身之处。你要做什么？别动！你说的道人就是靠此物来找你的行踪的。这是什么诡异手段？你自己问他好了。府内最近很松懈，萧神女摸了进来，如今这道人也摸了进来。老恒似乎还在呼呼大睡，倒是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只有身怀灵力，才能逼出我的字幕禅。你是一名修士，为何要对他出手？你在大夏有什么目的？你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今日来此不是与你为敌，只是要杀他而已。你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今日来此不是与你为敌，只是要杀他而已。我说过，让他活着回到轻松。方辰，不要以为他人喊你一声军神，你的话就是金科玉律。在我等眼中，你不算什么。如果你要阻我，那我会对你出手。你的修为似乎不是很高，要对我出手，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？呵呵呵，看来你初入此道，有很多事都不清楚。也罢，贫道也很好奇，你为何会突然身怀灵力？今日先把你捉回去，好好审问一番。哪里来的小小，敢来找世子麻烦，给我死！世子，你没事吧？世子，这道人胆子也贼肥，竟敢来找你麻烦，真是找死！嗨，你们别把人弄死了，我还有话要问。啊，没死呢，没死呢，特意留了口气。世子问什么你就回什么，知道了吗？敢耍小动作，老子捏碎你的脑袋！去玲珑将，他从大华寺出来了。我问你，你在大夏有什么目的？是谁让你去杀的萧神女？方辰，我们血灵教会替我报仇的。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要下来陪我了。方辰，我们血灵教会替我报仇的。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要下来陪我了。血灵教，铁马，你一直都是方辰的人。哼，好一个方君神呐，能把人安排到我们萧家这么多年，我等都没有察觉，就连我爹也被这铁马给骗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初有几场至关重要的战局，会因为各种巧合的因素导致郎君败落。
郎君高层出了叛徒，出了奸细，这就是最好的解释。铁马是我麾下的乾隆，你们萧家也在我们大夏安排了不少乾隆，这有何可计较的？两军交战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没什么好气的。你浑身都是伤，先去休息吧。明日我派人送你离京。不，我不走，不弄清楚他的来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不，我不走，不弄清楚他的来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老黄，带他下去休息，如果他有什么小动作，就把他的腿给打断。我来吧，他身上有些东西可能比较古怪，得防范他留下什么底牌。灵石，这是好东西。三千道法入门篇里有专门说过灵石，这是修士修炼必备之物，可以提高灵力的摄取速度，加快修行速度。除此之外，灵石也是修行界的货币，那些金银在修士眼中一文不值，唯有灵石拥有高昂的价值。龙脊法，看样子像是个仿式，还配有特殊的令牌，或许是修士聚集之地，也可能是血灵教所在地。他的修炼功法，这门功法分明走的是魔道路子，入门就需要准备100份人族精血，然后在体内凝聚血灵仙脉。拥有了血灵仙脉，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汲取人族精血，其中修士的精血是最上等的。这血灵教不是善类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何有血灵教的修士潜伏在大夏京都？去把雪阁叫来。世子，此人是……世子，此人是……你记住他的样子，然后把消息传出去。我要所有隐卫都行动起来，找出这个道人在大夏京都的身份。世子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会办得妥妥当当。等下我用方家的马车送你离开京都。我说过了，没弄清楚之前，我不会走。那道人还有同伙，被他们知道你在这里，你觉得你还能活着离去？更何况以你的实力，即便发现了什么，也没有实力处置。我听说你跟三皇子关系极好，他此刻在青松国当质子，你们应该很久没有联系过了吧？你用他来威胁我？这可不是威胁。你想想看，你杀了这么多青松国的武夫，如果那边知道了，会如何对待你们大夏国的质子？这可不是威胁。你想想看，你杀了这么多青松国的武夫，如果那边知道了，会如何对待你们大夏国的质子？如今我在你手中有了这个顾虑，至少我爹会出面保住你们大夏质子不受伤害。他想留在大夏京都，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楚道人的来历，而是他早上想到了一个传说。传说在更强的帝国中，拥有比武夫强上不知凡几的力量体系，而昨晚他很可能就遇到了这种传说中的力量。方辰突然恢复修为，只怕也与此有关。萧山女，你说要是你死了，三皇子也必定会被处决吧？方辰，你不要乱来。回答我。不错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大夏国的质子必死无疑。回答我。不错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大夏国的质子必死无疑。那就是了。大夏京都，谁最希望三皇子去死？你是说，那道人是你们太子的人？他要杀我，只是为了逼迫青松国处决你们的质子？只是个猜测，但你不觉得这个猜测比较合理吗？太子刚刚知道我恢复了修为，就马上要派人杀你，不正是怕我前去青松，把三皇子迎回来？我也想起来，当初是在哪里见过那道人了。看来你们大夏并没有那般简单。
们大夏的读书人平日没事做，就喜欢吟诗作对，不像我们轻松，没事干的时候就是比武切磋。方禅，他怎么会来今日的止歌诗会？其一介武夫来诗会作战，不会是来杀人的吧？前几日就连李皇都死在他手中了。李兄文采上佳，本该有大好前途，却得罪了这屠夫，英年早逝。唉，可惜啊！他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止歌诗会，我们大夏最大的战犯头子来此作甚，呼了诗会的风气。今天是止歌诗会，我们大夏最大的战犯头子来此作甚，呼了诗会的风气。他是礼部尚书之子陶宇，也是大夏京都有名的才子，太子近前的红人，跟叶清河一起被称为太子身边文武护法。陶兄，我们去会会此子。这不是方君神吗？没想到能在这场止歌诗会上看见方君神大驾光临。方君神此来是打算指点我等？要是把这些人都杀光，可就好玩了。你是方禅，我们大夏京都第一才子陶宇你都不知道，也难怪，你心中怕只有舞刀弄枪，没有半点笔墨。方禅，我们大夏京都第一才子陶宇你都不知道，也难怪，你心中怕只有舞刀弄枪，没有半点笔墨。哈，原来是大夏京都第一才子。我最近闲来无事，听说太子在此地举办诗会，便想来凑凑热闹，偶尔熏陶笔墨香气，也可令人神清气爽吗？怎么，诸位不是不欢迎在下吧？嗨，怎么会呢？方君神曾经对诗词之道嗤之以鼻，显然经过数年沉淀，也改变了看法。那今日来此，恰逢其会。方君神，请入座吧。哎，太子怎么没来？啊，太子去请玉仙子了。风尘女子也要来参加今日的诗会。真是玉仙子，这副面容果然绝美。大夏京都，不，别说大夏京都了，就算是青松、古河、龙渡、宜州等国，怕也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女子。这副面容果然绝美。大夏京都，不，别说大夏京都了，就算是青松、古河、龙渡、宜州等国，怕也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女子。世间真有如此女子，这长相怕不是浑然天成，如出尘之仙。玉仙子，今日这场诗会有你助兴，才能圆满呢。太子殿下说笑了，小女子能来参加今日的诗会，与有荣焉。方君神，今次你怎么也有闲心来此？太子殿下，方君神说想接受笔墨香气的熏陶。哈，原来如此，这样也好。方君神日后进不得朝堂，领不了兵，倒不如弃武从文，也能为我大夏增添一丝光彩。方君神是武道奇才，想来改修文道也不会弱于诸位。方君神是武道奇才，想来改修文道也不会弱于诸位。哈，太子殿下，你可曾见过屠夫吟诗作对的？我是来接受诗词笔墨的熏陶，可不是来与你们闲谈的。快点吟诗作对吧。今日诗会的主题为止歌，不知谁先来夺个彩头？他的随从都是武夫，修为最高也不过暴击巅峰，倒是没有血灵教的踪影。不过兵戈为马登云峰，三界埋骨万忠魂，夜就已随征战尽，只闻佳人泪湿襟呐。好诗，不愧是我们大夏第一才子。这首诗我仿佛看见了无数忠魂在哭泣，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家中与家人欢聚一堂。陶兄，日后你若能登堂入室，定可带领大夏真正止歌，如我古河一般，百年不曾征战，年年岁岁有欢庆啊。陶兄，日后你若能登堂入室，定可带领大夏真正止歌，如我古河一般，百年不曾征战，年年岁岁有欢庆啊。玉仙子，你看陶兄这首诗如何？还请玉仙子点评。这首诗
这首诗嘛，狗屁不通。玉仙子，此言何意？我倒觉得陶宇这首诗道尽了战士的悲哀。今日止歌主题，此诗理当为首。太子殿下，小女子不懂时局，小女子只知道，若无战事自然最好。可如今大夏风雨飘零，一厢情愿的止歌，怕会成为敌人眼中的软肋。面对凶狠的敌人，我等大夏子民理当露出獠牙，人人化作屠夫，挥刀斩敌手，仗剑破敌军。面对凶狠的敌人，我等大夏子民理当露出獠牙，人人化作屠夫，挥刀斩敌手，仗剑破敌军。唯有如此，打得敌人不敢张牙舞爪，不敢擅自侵袭，才能换来太平盛世。可如此，死伤的将士能找谁要个交代？敌军侵袭，死伤的百姓又跟谁要个交代？是你吗，陶公子？玉仙子，你此言差矣。若你们大夏不愿打仗，也就没有敌国。我古河正是如此，才能百年不曾有过征战。太子殿下，您请风尘女子来这止歌诗会，只怕是污了此地风气。你们古河帝国臣民不过千万数之，居于穷乡僻壤之地，却身怀丰富矿脉。每年把7成矿脉进贡给8品上国，由其出面护你古河周全，因此才会有百年不曾征战的太平。你们古河帝国臣民不过千万数之，居于穷乡僻壤之地，却身怀丰富矿脉。每年把7成矿脉进贡给8品上国，由其出面护你古河周全，因此才会有百年不曾征战的太平。却不知此举令尔等贵胄衣食无忧，但麾下百姓却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有了太平没有盛世，又有何用？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在此大放厥词？说我大夏放弃了下面的百姓，举国之力，每年不断进贡上国，你觉得轻松还能积到我们头上？方辰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古河国百姓怎么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了？事实如此，用你的眼睛去看看，或一个瞎子都清清楚楚。你身为龙家子弟，就闻所未闻。我们大夏与青松交战，为的也不过是麾下百姓能有一口饱饭，冬天能有一盆暖炭。我们大夏与青松交战，为的也不过是麾下百姓能有一口饱饭，冬天能有一盆暖炭。我觉得玉仙子所言不错，连时事都弄不明白，连麾下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都不知道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什么止歌诗词？方君神，这是诗词大会，龙姑娘和玉仙子也只是因为诗词缘由才有了几句争吵，这很正常。你并不懂诗词，就不要掺和其中了吧。方君神，你在这熏陶了不少时间，既然你对止歌不屑，不知你心中可有笔墨，让我等见识见识你的态度。让我写诗啊？这着实是一件难事。不过嘛，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中看过一首诗，觉得颇为符合我的心境。我念出来与大家分享分享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那就念出来让大家听听吧。秦时明月汉室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吾教胡马度阴山。秦是何地？汉又是何处？什么是胡马？飞将指的是他自己吗？好诗啊！献丑了，这首诗不是我所写，写的也不是大象，诸位就莫要猜测了。太子殿下，小女子身体不适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方辰说了，这首诗不是他写的，诸位就别放在心上了。诸位，今日的主题是止歌，我们继续诗会。探视龙城飞将在，哼，说你这飞将不在了，才是一件好事。探视龙城飞将在，哼，说你这飞将不在了，才是一件好事。
刚刚那首诗是不是写大夏与青松？不是，你们青松还不够格。今日你参加这诗会有何用意？昨夜那道人的来历，你可派人去查探了？方将军，您的茶。6年前，道人在太子举办的宴席中露过面，当时跟随在武王爷的队伍之中。6年前，道人在太子举办的宴席中露过面，当时跟随在武王爷的队伍之中。武王爷，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。那位向来与世无争，待在大华寺担任寺主，已经提前开始养老的闲散王爷，会与血灵教有所瓜葛。你们武王爷有问题啊！他麾下有如此强人，又岂能心甘情愿地替你大夏皇帝处理杂事？未必是武王爷，他今日特意去止歌诗会，想看看太子身边有没有修士，结果是没有。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。今日已经确定，昨日那道人的的确确在大夏京都待的不久的时间。他看过血灵大法，深知这等修士想要修行，就断不了人族精血。他看过血灵大法，深知这等修士想要修行，就断不了人族精血。这道人在京都待了这么久，有多少大夏百姓死在他手中？这方面应能寻得一丝蛛丝马迹，把他送回府，让老黄盯着。你要去做什么？与你何干？我要跟着你。我们的确达成了协议，但不代表我去哪里你都能跟着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我现在就送你离开京都。咋的？还真以为我家世子入赘你们萧家了？别忘记了，你现在可是我们的人质。哼。世子有何吩咐？世子有何吩咐？赵思强，这几年大华寺中的汉卷里可有不对劲之处？世子，要说古怪，的确也有一些案卷颇为古怪，说一说。就在2年前，有人来大华寺报官，说自己的妹妹在主人家府邸失踪了多年，毫无音讯。我等查了查，才知道他妹妹是在礼部侍郎府当丫鬟。我麾下司职袁庄前去探查了一番，得知其妹妹可能是跟人私奔了。这件事就不了了之，但没过多久，袁庄发现报官之人也失踪了，留下病重老母一人在家中，差点被饿死。袁庄把此事禀报于我，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报官之人兴许是被人灭了口，便让人继续查探此事。袁庄把此事禀报于我，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报官之人兴许是被人灭了口，便让人继续查探此事。礼部侍郎府这些年失踪的人不少，其妹只是其中之一，因此我便把此事报给少卿，毕竟只有他才有资格命人请礼部侍郎回来接受询问。后来呢？少卿把这件事压下去了，说是礼部侍郎府失踪的人都是因为礼部侍郎太过良善，这才起了疑心，到了些许财物逃之夭夭。他这般解释勉强也说得过去，便是我方府也曾出过这样的下人。赵思行觉得哪里古怪？首先第一位报官之人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，不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不管家中病重老母而悄然消失。首先第一位报官之人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，不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不管家中病重老母而悄然消失。第二，袁庄在查探此事的时候，有一名手下捕怪被人斩了一臂，似乎有人在威胁我等，希望我等不要继续往下查。为了麾下的捍卫，手下便把此事压了下去，但这几年我都会注意礼部侍郎那边的情况。
可曾发生过下人失踪之事？不曾再有此事发生了。世子，你也觉得此事不太对劲？你回去以后让麾下查查，这6年这20年大夏京都所发生的失踪汉卷。有些汉卷没有牵涉到官员，所以不会报到大华寺，会在府尹那边。该怎么做，你心中有数。世子，你跟赵思行谈完了吧？那是不是轮到我了？我没有事要吩咐你。世子，你今天身边的丫鬟是什么来头？萧神女。萧神女？她怎么会？她自愿留下当人质，这样一来，萧郎帅就会保三皇子一命，不会因为我在京都杀了些许青松武夫就震怒拿其出气。那他肯定不知道你三皇子的算计。青松那边想杀他，只怕难如登天。是啊，这家伙脑子太好用了。这5年来在青松那边应该没闲着，如果他想，估计早就回大夏京都了。等他知道京都这边的消息，估计你我用不了多久就能见到他了。是啊，这家伙脑子太好用了。这5年来在青松那边应该没闲着，如果他想，估计早就回大夏京都了。等他知道京都这边的消息，估计你我用不了多久就能见到他了。世子，您即便知道这一点，也要留萧神女在身边，是不是被她的姿色所吸引了？据我所知，萧神女平日生活可不太检点。有人希望她死去，但5年前，我的确在三界山欠了萧郎帅一命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萧神女一命。等她回到青松，就两不相欠了。那我能不能也跟在你身边当个丫鬟啊？我看今天都有人喊我风尘女子了，我心中着实委屈。等你晋升玉器再说吧。玉器？世子，你可要说话算话。灵力似乎又提升了不少，看样子距离第3条仙脉也快了。这修仙的确不难啊，等符箓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分发给下面的隐卫了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倒是能够出其不意。这群方家子弟，有些是直系，有些是旁支，但更多的则是军中遗孤。这群方家子弟，有些是直系，有些是旁支，但更多的则是军中遗孤。方沧海没有要求他们改姓，但对他们一视同仁。方家子弟有的，他们也有。陈儿，你怎么有闲心来这里啊？二叔，我想看看你的腿伤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经脉已经断了，这辈子是站不起来了。3年前，有人写了一篇檄文，希望皇帝可以让方辰为当初死在三界山的60万将士偿命。因为这篇檄文，甚至有百姓跑到方府闹事，就连方沧海掌控的东虎营都有些军心不稳。皇宫那边一直默不作声，任由事态发展。方苍幽最终忍不了了，直接闯入皇宫大殿，斥责皇帝。皇宫那边一直默不作声，任由事态发展。方苍幽最终忍不了了，直接闯入皇宫大殿，斥责皇帝。当时的禁军统领燕北寒见状，当即一箭射穿了方苍庸的双腿。最后，皇帝息事宁人，这件事儿也以方苍幽废了双腿而告终。方辰瞎了眼，废了气海。方苍幽又废了双腿，硕大的方家就只剩下老爷子和方沧海，而老爷子的年岁也大，若是无法突破，便命不久矣。
或许是如此，才让人觉得方家没了威胁。之后的时间便安安静静，没人再跳出来对付方家。我如今修为恢复，或许有办法接续经脉。推我去后院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不用看吧。哈哈，想不到吧？你这种惊讶的表情，这20几年来，二叔可没看见过几次呢。二叔，你这腿一直都没事儿？那是自然。哼，抢飞我方苍幽的腿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可你为何？如果被他们知道我的腿没事了，指不定又得打什么鬼主意。倒不如遂他们的心愿，让他们看看我们方家有多凄惨。你瞎了眼，为了气海，我断了腿，再有杂碎跳出来说三道四，皇帝总不能不管吧？那这几年真是苦了二叔了。如今二叔也可以无需再伪装。那这几年真是苦了二叔了。如今二叔也可以无需再伪装。不行，我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装了？就这样多好，没人把我放在眼中。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等等，你把我推回演武场。这小子，许哥这2天到底去哪里了？净瞎跑。世子，20年内的失踪汉都在这里了，我已经过目了一遍，其中有不少惹人怀疑之处，最高可以追溯到前8年。8年之前的汉宗没什么问题吗？8年之前的汉宗没什么问题吗？以老朽之见，问题不大，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案子，有些人如今早已回到家中。世子，您查这些汉子，是不是跟青松那边有关啊？青松已经不用放在心上，这件汉子牵扯的事情比青松还要严峻。你手底下那个司职叫袁庄对吧？他可靠吗？袁庄，这小子是属下看着长大的，热心肠，但可不可靠，属下不敢说。身为隐卫的警惕，你的确没忘。明日你让他来找我。堂哥，真是方君神要见我们？你只不过是大华寺小司职，虽然比我这个刚入职的捕快强了许多，但人家方君神是什么人物啊？堂哥，真是方君神要见我们？你只不过是大华寺小司职，虽然比我这个刚入职的捕快强了许多，但人家方君神是什么人物啊？怎么会要见你呢？你可别为了面子在我面前吹牛啊！等下被人赶出方府，咱们可丢大人了。我吹什么牛？你不知道前段时间还是我亲自把方君神带进了大华寺？有句话你说错了啊！方君神只见我一个人，要不是刚巧今日你跟我一起上旨，你都没机会来这里见见世面。当下你可别多说话，跟方府的人脸熟一些，以后你在这附近办事也会有点便利。袁大人，世子请您进去说话。小哥，那我这位属下，这位大人就请去会客厅等候吧。世子只见您一人。这位大人就请去会客厅等候吧。世子只见您一人。玄奘大人来了，坐吧。他到底能不能看见呢？方君山，您今日喊下官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或一介布衣，你在我面前自称下官，恐怕不太合适啊。有人拿了几份案宗给我，我觉得这几件案子不同寻常。你是大华寺司职，对此倒有所钻研，
你来看看。方君山，您这是……好好看，都看完之后再打我。哎，是。方君山，这几件案子都有很大的疑点，不过这些案子都已经结案了。先聊聊礼部侍郎那件案子吧。妹妹失踪，大哥报官，随后大哥也失踪了，家中却留下病重的老母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不合理。但是这件案子绍兴大人亲自审理过，也已经给出结论，侍郎府的丫鬟是与人私奔了，还盗走了不少财物。这样的结论，你心中认同吗？不认同。又能如何？查。既然不认同，就好好查下去，迟早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你觉得呢？方君山，难不成您知道点什么？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多少，否则我何须叫你前来？索性无事，我们去兄妹俩的家中看看吧。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多少，否则我何须叫你前来？索性无事，我们去兄妹俩的家中看看吧。方君山，这个我有个下属也在贵府等我，容我去打发了他，我们再一同前往。太什么？我们做的事堂堂正正，何须隐瞒？这丫头真是有运气，第一天上任就能跟方君神一起行动。你们太弱了，让你们平常用点功，你们都当耳旁风，都到这个年纪了，还在宁气待着。知雪姐姐，我们跟你怎么比呀？你从小就开始修炼玄天诀，我们才修炼几年？知雪姐姐，我们跟你怎么比呀？你从小就开始修炼玄天诀，我们才修炼几年？方芷雪，方君雪那位妹妹也是武道奇才，小小年纪已经登堂入室，晋级暴气之境。哎，你是方姑娘，在下大华寺捕快元宇，上官是原装司职。大华寺，你们来我方府做什么？不会又要来抓我大哥吧？你们太过分了！知雪，是我请他们过来一趟。大哥，你请他们过来做甚？大哥，难道这位就是？大哥有点事要请教他们，带上你的属下，我们走吧。元宇，走了，我们要去办事儿。元宇，走了，我们要去办事儿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要去做什么？我也去。别闹，大哥要去办事儿，你跟着做什么？大哥，你都好多年没带我出去过了，还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偷偷带我出去买糖葫芦。走吧，但别乱跑。我今天的确是办事的。太好了，走。哈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不敢。方君神好客气啊。世子，等下到了奎龙街，您还请多多担待一二，这附近并不太平。世子，等下到了奎龙街，您还请多多担待一二，这附近并不太平。既然来了，自然一起去看看。你无需担忧，臣以为我是千金之躯，坐不垂堂。大哥，我们来做甚？玄大人要查案，我们过来一同看看。啊，查案？来之前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别乱来。谁呀？吴大娘，是我袁庄。是袁大人，快请进，
老身身子骨不好，无法起身相迎，还请吴大人见谅。这里面十分昏暗，家徒四壁，只有一张破床、破桌、破凳。这里面十分昏暗，家徒四壁，只有一张破床、破桌、破凳。袁大人，是不是小儿和小女有消息了？吴大娘，你可愿去大华寺告官？老身大字不识一个，如何告得了官呢？说你愿意，我可命人替你写一张状纸，再递到大华寺便可。当初大华寺的大人不是告诉老身，小儿和小女是盗了侍郎府的财物，携款潜逃了吗？老身要去告谁呀？这倒也是，咱们走吧。堂哥，咱们今天来这干啥？你别多言，方君山，我们现在就回去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有些古怪啊？古怪？这屋子有何古怪？大哥，那婆婆看不见东西，又没子嗣在身边，你说她该如何活下去啊？对啊，她该怎么活下去？都2年了，你注意到了吗？这老妇人虽然衣着褴褛，可身上却颇为干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这门槛已经长满了青苔，只有很久很久没人走动才会如此。吴大娘身子骨不好，常年卧床，总得有人来送饭吧？2年时间没有子嗣在旁照顾，若再无亲戚上门照看一下，一个老人家怕都熬不过一季的寒冬啊。嘿嘿，好俊的姑娘啊！姑娘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应该多笑笑才是。来，给爷几个笑一笑。叔辈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马上闭上你的狗嘴。哟，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陆爷爷在说话的时候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！还是个女捕，嘿嘿，哎，哥几个快看看，咱们奎龙街来了个女捕。哎，你们瞧这身段，这模样，就是黑了点儿，不然还怪好看的。记住了，这里是奎龙街，你们内城的捕快没事就别来这里了。下次再给陆爷我见到，我可不管你什么出身，先卸2条腿。本官大华寺4支原装，谁让你来的？本官大华寺4支原装，谁让你来的？大华寺4支，哈哈，原来是个捕快头子。尔等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还敢大言不惭威胁大华寺捕快，今日都跟我回一趟大华寺！就凭你们也配？现在还要不要带我回大华寺啊？啊，玄奘，我记得你也是抱起出气。你们今日都得给我去大华寺待着。你们把他们全都拿下，我来会会这个大华寺的司职。哥，为什么不让我出手？这难得的机会。如果被爹娘知道你在这种地方与这些混子交手，回去挨骂的肯定是我。世子，问清楚了，附近的一些街坊都收了钱。世子，问清楚了，附近的一些街坊都收了钱。同事抱起出气，你打不过他，回去该好好反省了。徐哥，把他拿下吧。是。风云剑，不愧是风云剑。去找吴大娘聊聊，把他们也带上。风云剑，这浑水你也敢趟？别以为你是暴起巅峰，在大夏京都就可以横行无忌。风云剑，我们京都10大暴起巅峰的风云剑，是袁大人吗？外面为何如此吵闹？徐哥，你说说刚刚你问到了什么？
住在这里的吴氏兄妹从小丧母丧父。什么？什么？去把他带出来。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袁大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一个瞎眼老太婆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瞎眼的人不会到处打量。许哥，把他眼里的东西取下来。世子，鱼眼上挖下来的皮，都是咱们玩腻的手段。世子没说让你走，你就不能走。再敢跑，腿打断。说说吧，这里失踪的兄妹俩去了哪里？老身也不知道啊，老身只是瞧见此地没人住，便想在这里住下，把这地儿占了，以后好有个养老之所。老身也不知道啊，老身只是瞧见此地没人住，便想在这里住下，把这地儿占了，以后好有个养老之所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很久都没人住了。如果你只是没地方住，理当一直住在此地才是。不说实话，就带你回大华寺问话。到了那里，你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会说出来。袁大人，老身说实话，老身说实话。吴大娘闻言不敢隐瞒，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这女人本就是个到处行骗的老骗子，专门找那种无人的房子，伪装成亲戚之类的，然后找机会把房子卖出去。前几年得知这座房子已经空了，就买通了周围几个街坊，然后装成那对兄妹的瞎眼老娘，把房子给占了。前几年得知这座房子已经空了，就买通了周围几个街坊，然后装成那对兄妹的瞎眼老娘，把房子给占了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哼，你要是不想说，那就不用说了，带走吧。别，我说，这件事的确有点不寻常。当初有人找上老身，告知这里有座房子没人住，让老身占了去，但有个要求，他要老身装成那对兄妹的娘亲，应付官府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老身真的不知道，老身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他说如果老身不从，就杀了老身。老身可不敢与这些亡命徒作对呀。求大人大发慈悲，放过老身这一回，老身再也不敢了。老身可不敢与这些亡命徒作对呀。求大人大发慈悲，放过老身这一回，老身再也不敢了。你呢？又是谁喊来的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，我背后的人你可惹不起。你们大华寺好大的胆子，敢越权行事，内城的犯官捉不够，还要跑到本官的外城来横插一脚吗？徐大人，我在这儿。原来是徐大人。远庄，我记得前几年就跟你说过，来我外城办事得跟我们卫所知会一声。我听人说你带人在此无故殴打良民，还有此事。良民？你说的是此人？如果他是良民，那我就是十世大善人了。良民？你说的是此人？如果他是良民，那我就是十世大善人了。不要跟我说废话，既然这里说不清楚，那就跟本官回卫所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都带走。我家世子哪里也不去。徐大人，此人是风云剑许哥，你要小心一些，在下一时不察，着了他的道。风云剑许哥，你一介江湖人士也敢在京都地界闹事？莫非以为凭你区区暴气巅峰的修为，就能对抗我汉刀卫了？徐大人，看你的腰牌是卫所百户吧？卫所百户跟大华寺司职同阶，但你好像没把同僚放在眼中，这一来就要连同僚一起抓走，你们汉刀卫行事太过霸道了，
汉德卫行事霸不霸道，你没资格评判。你是哪家的公子哥？没事就在内城待着，跟袁庄这等人厮混有何意义？以后这外城可别来了。汉德卫行事霸不霸道，你没资格评判。你是哪家的公子哥？没事就在内城待着，跟袁庄这等人厮混有何意义？以后这外城可别来了。徐大人，看来你在这外城待得太久，连方君神都认不出来。哼，就你这眼神儿，在下很担忧你日后的官路可否顺畅啊。方君神，哥，我听说汉道卫当初就是太过霸道，才被百官弹劾，失去了内城的执法权。如今看来，他们不仅霸道，只怕身上还不太干净。方君神，下官刚刚未能认出大人，还请大人原谅则个。徐百户，这个陆爷是你的人？方君神误会了，此人只是经常与我等打交道，在下与他并不熟。你可知道我今日来此作甚？下官不知。袁大人，你跟他说说。袁庄缓缓叙述，当他把事情说得七七八八时，徐百户脸色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。他察觉到自己似乎卷到了某件不得了的事情之中。何等刚来此地，这陆爷就带人上前找茬，还调戏佳妹，然后没多久，徐百户就来了。不知徐百户与失踪的这对兄妹有什么关系啊？方君神，在下只是收到风声，说是有人在此斗狐滋事，这才匆匆赶来。其余之事，在下的确并不知情。好，既然你只是无意中掺和了此事，那你说说看，这位陆爷调戏我妹妹，还威胁大华寺的捕快不得来回龙街，否则卸掉2条腿，应该如何处置？方君神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方君神，还请方君神饶过小人一回啊！方君神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方君神，还请方君神饶过小人一回啊！下官会把他捉回卫所，好好审问，定然给方君神一个交代。陆爷对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方君神喊一声小陆便可。谁让你来找我们麻烦的？又是谁让你来威胁大华寺捕快的？给我一个名字。小人的确是收了钱财，给钱的人说让小人盯着奎龙界，如果有人来这院子就威胁一番。大人，给老身钱的也是这位。同一人吗？你们没给我名字，看来这件事不能善了。袁大人，把他们都带回大华寺好好问问，看看还犯没犯其他事儿，一并处置吧。是。都给本官起来。徐百户，在下走了，不用送。徐百户，在下走了，不用送。徐百户，这人我带回大华寺了，给你们卫所减轻点压力。袁大人慢走。哼，平日里咋咋呼呼，刚刚怎么没见你们吭声？大人，那可是方君神呐，我等怎敢吭声？连青松上等馆都被他一把火烧了。这件事儿可真是解气。我曾经有幸在方君神头领的军中任职，可惜后来被调任汉都尉，不然5年前或许有机会与方君神一起征战三界山，那你可能就埋骨三界山了。徐百户神色凝重，怎么也没想到今日会在奎龙街见到方神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因为陆爷的原因，可能已经得罪了这位方君神。念及此处，徐百户心中难安，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便带着手下匆匆回了卫所，把今日之事禀报了上去。念及此处，徐百户心中难安，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便带着手下匆匆回了卫所，把今日之事禀报了上去。得知消息的卫所千户听完徐百卫的禀报，便点点头，让其退下。没多久，这位千户换了身装扮，悄悄进了内城，最后进了一座颇为奢华的府邸。世子，外城卫所千户张树洲进了礼部侍郎府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秦大人，你当初可没说过，此事会牵扯到方家那位。这笔钱你收回去吧，以后不要找本官了。怎么会牵扯到方俊神？他与此事何干？我不知道。你府邸失踪一个丫鬟，为什么当初会引来大华寺的追查？如今时隔数年，还会引来方家那位的注意。本官不管秦大人在做什么，但本官不想掺和其中，告辞了。哼，堂堂侍郎，只是知道方辰设计此事，就吓得没了方寸，真是可笑。方辰是什么人你不知道，如今他也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。事情是你做的，你应该替本官解决了此事。方辰是什么人你不知道，如今他也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。事情是你做的，你应该替本官解决了此事。修士，看来血灵教的人在京都还有不少。你怕什么？方辰只是恢复了丹气修为而已，始终是一介武夫。他恐怕这辈子都想不明白，这世间还会有我这等人的存在。哼，秦侍郎，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就注定你这辈子飞黄腾达。不要因为一些小事便一惊一乍。薛道人已经去追杀萧神女了，等萧神女的死讯传到青松，三皇子必死无疑，青松国也必然会兵临大夏。等萧神女的死讯传到青松，三皇子必死无疑，青松国也必然会兵临大夏。届时又会有足够充足的精血送到上面，一举两得。不是我一惊一乍，前段时日我亲眼在皇宫看见方辰一掌击杀了青松国的玉级武夫，那雷霆一闪，活生生一个人变成了焦炭，这是什么手段？再如何都只是武夫的微末伎俩罢了，区区内气如何能与灵力相提并论？你当初不也看过，老身的火球术同样能把人烧成焦炭，甚至熔铁炼金。你当初不也看过，老身的火球术同样能把人烧成焦炭，甚至熔铁炼金。道术？方辰眼睛微微一亮，他能感受到这颗火球中蕴藏的可怕威力，估计比之他此刻制作的紫电符也不成多让。这些修士果然不简单。只可惜云鹤前辈传授给他的只是3000道法入门篇，里面只有炼气境的修炼方法与4种符箓，并无道术。前几天死在他方府的那位薛道人似乎也只通晓符箓，不曾施展过如此道术，难怪身上没有道术典籍。秦侍郎，你觉得老身这火球术能否杀死方辰呢？能。所以你无需担忧方辰，我们留着他也只是想让这水更浑浊一些罢了。今日老身要去一趟龙脊房，这一来一回大概7日时间，这7日里你尽量不要与方辰会面。金花婆婆，这8年来在下一直配合你们，忠心耿耿，到底何时你们才会传授在下修行之法？若在下有点手段傍身，何须惧怕方辰？10万精血凝练1颗血灵神丹，我的任务便是贡献10颗血灵神丹给上面。等完成了任务，就是论功行赏之时，届时就会有人赐你修行之法，你便能与我一样了。哼！10万精血1颗血灵神丹，3界山那一役凑齐了6颗，还有4颗，10
10万精血一颗血灵神丹，3界山那一役凑齐了6颗，还有4颗。如今看似敌暗我明，实则敌明我暗。他们知道我恢复了修为，却不知道我踏足仙道，更不知晓紫电符的存在。就连薛道人身死，他们也不知晓，还以为他在追杀萧神女。桃花，趁马吃点小，你委屈一下。世子，能出来放风我就很满意了，更何况是跟世子一起出行。哈，我给你的大力符、神行符、金刚符，有事的时候记得不要少，直接用内气激发，全部用上。世子，我们此刻已经出了大夏国境。我知道，带上它，然后朝那个方向走。到地方的时候，记得把这个东西交给守卫。五夫，你们可有龙脊令？进去吧。这里就是龙脊坊，一个修士聚集之地。方辰的神魂已经过来溜达过一圈，并没有如贺云前辈那般能够发现他存在的修士。修为最高者也仅仅是炼气。龙脊坊很大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镇，但这里也不全是修士，偶尔能见到如铁马一样的武夫，他们都是修士的随从跟班。方辰本以为此地与血灵教有关，当他的神魂跟随老妇进入龙脊坊后，才知道这里就是个交易所。出售3张大礼符，6枚下品灵石，无溢价。离火剑，品阶为4道魂液，只需用灵力激发，便可释放离火，威力十分可怕。现售80枚下品灵石，可溢价。凝气丹，品质上乘，拢共1组12颗，打包55下品灵石，单卖1颗5枚下品灵石。兄台，你这大礼符用的只是最普通的朱砂黄符纸吧？品质下乘，我看3张大礼符作价4枚下品灵石差不多。制作符箓耗心耗神，10天半个月未必能成1张，期间还要消耗不少灵力，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。你若还价，去别处看看。制作符箓耗心耗神，10天半个月未必能成1张，期间还要消耗不少灵力，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。你若还价，去别处看看。10天半个月都未必能成功1张，制作符箓这么难呐？这大礼符比起神行符、金刚符都要简单些许。如果我一天不做任何事，制作大礼符40-50张问题不大。老太婆，你买不买啊？不买就别在这站着了。这些凝气丹单卖1颗5枚下品灵石，绝不溢价。也不去问问我是谁的人。看来这修行界势力错综复杂。这老妇出身血灵教，面对一个炼级2重的修士，也不敢放肆。兄台，平日喜欢制服，哎，那你来我这就对了。你看看这些笔，全都是用上等的妖兽耳郭中的毫毛制作。哎，再看看我这朱砂，可是从一座灵矿中出土的，埋在地下不知多少年了，汲取了浓郁的灵气。还有我这黄符纸，那是一株千年古树熬制出来的，制成符箓，品质定然在上乘之列。怎么卖？啊，便宜便宜，1枚下品灵石1两朱砂，1枚下品灵石100张符纸。至于这些笔，不知兄台看上哪一支，它们品质不同，售价也不同。这支怎么卖？兄台好眼力，这支笔可不得了。兄台好眼力，这支笔可不得了。直接说价格吧。
10枚下品灵石。哎，兄台等等，可议价呀！小兄弟，这些符箓花了你不少心血了。是啊，用了我整整1年时间才凑齐。1年时间，有些浪费了，倒不如把这时间放在修行上。有人问完，似乎囊中羞涩，摇头离去；有人问完，便一口气买了好几张。短短半天不到的功夫，方辰面前的符箓已经售空，可见符箓在这些修士眼中是个硬通货。如果是紫电符，估计价格得翻好几番。啊，收摊收摊！翠骨丸1枚下品灵石10颗。诸位别看这东西便宜，但它属实难得，路过可不要错过了。这东西的确难得，除了增加点筋骨强度，别无他用。不知什么炼丹师才会炼这翠骨丸，给那些武夫服用倒是极好，我们这些修士吃了也没多大用。兄台，你有多少翠骨丸？也不多，你要吗？要一些吧。我的洞府有不少武夫随从，用此物给他们当赏钱，刚刚好。那好说，这些翠骨丸可是我花大价钱收购来的，1枚下品灵石10颗，我这里一共有100颗，兄台都要了吧？要不了这么多，没事，我再给兄台优惠一些如何？这样9枚下品灵石，这些翠骨丸都给你；8枚下品灵石吧，我就全都打包了，不然买10颗其实也够了。8枚下品灵石吧，我就全都打包了，不然买10颗其实也够了。这家伙是不是傻了？打算给门下武夫买这么多翠骨丸？8枚下品灵石用来修行不好吗？就是用来买法宝，再加点儿也能买1道魂印的法宝了。那好，我就亏点当交个朋友，这些翠骨丸全给兄台了。走吧，原路返回。这种丹药对修士而言的确无用，但对武夫来说应该算是佳品珍奇了。他们觉得不会有修士为一介武夫花销灵石，但偏偏方辰就是这种人。在他眼中，铁马等人的重要程度可不是区区灵石能够媲美的。阁下什么人？为何拦我家公子的路？小兄弟，老身也不贪心，跟你讨要40枚下品灵石便走。哎，是你？老婆婆，你要跟我借40下品灵石？是讨要，不是借。我们要20下品灵石就好了，少一点也无所谓。原来你们是来劫道的。小兄弟看来很少出门，家中有不少人吧？不错，我爹是炼气6重修士，你们要劫我的道，可要好好想清楚了。不错，我爹是炼气6重修士，你们要劫我的道，可要好好想清楚了。小兄弟，把灵石交给我们，你就能走了。不要为了区区身外之物，害了自己的性命。铁马、老黄，你们去解决后面的3个家伙。是。2名武夫也想对付修士？符箓，这败家子儿，把符箓给麾下武夫使用。怎么可能？给老子去死吧！这几个修士没什么手段，穷得连1张符箓都没有，
难怪能被你的武父打成这般模样。他们在修行界里也只是最垫底的底层罢了。老婆婆，你这句话是告诉我你和他们不一样？那是自然，我只要祭出法宝，顷刻就能镇压你。那2名武夫也不例外。我给你的条件……你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跟他们不同。哎，你说话呀，你跟他们哪里不一样啊？你跟他们不一样的是，你出身血灵教，他们不是，对吧？你跟他们不一样的是，你出身血灵教，他们不是，对吧？你是谁？苏殿福都认不出来，看来血灵教安排在大夏的修士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。你为什么知道？告诉我，你们血灵教在大夏安排了几名修士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血灵教修士，你怎么敢对我出手的？现在是我问你话，不是你问我。如果你不回答，我不介意此刻送你上路，就是可惜了你一身的修为。上头只安排我一人。薛道人已经死在我手中了，如果你说的话跟他有什么出入，你会死的。你只有一次机会了。我们一共有7人。他们都在哪儿？什么修为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盯上了大夏？古河、龙渡、宜州、青松，可有你们的人？他们都在哪儿？什么修为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盯上了大夏？古河、龙渡、宜州、青松，可有你们的人？说出来，我就能活命吗？那是自然。你真以为老身会相信你的话？说出来，不仅老身会死，就连老身的族人也逃不了灭族的结局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敢对我们血灵教下手，就安安静静的等死吧。我们血灵教的强大，是你难以想象的。这血灵教果真不简单，能让下面的人怕到宁愿自绝也不愿吐露更多的消息。虎道魂液代表的是炼器5种法宝，估计价值100-200下品灵石。世子，再有半日时间便抵达大夏了，直接回京吗？啊，直接回京。这里是边境线，为何会有骑兵出现？世道太乱，或许是马匪。今天世子在，我们不要多管闲事，尽早赶回京都。龙渡的骑兵，他们来的方向应该是龙渡那边的狩猎荒原。看样子，有龙渡国的贵族在狩猎我们大夏的商队。世子，你们去解决此事。等等，小姐，我们快跑吧，马上就能抵达大夏了。小姐，我们快跑吧，马上就能抵达大夏了。有大夏高手出面了，我们不用跑了。小姐，他们才2个人，就算出手帮忙，也不可能是……小姐，太好了，这2名至少是暴击武夫。你可认得这2位？虽说大夏如今的暴击武夫已经不多见，但在下只是灵气后期，认不得这2位。无妨，等这件事结束，我要去亲自道谢。给我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扫本少的兴致！本少今天要拿他们的头颅当夜壶。暴击武夫，这支龙渡骑兵到底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还有暴击武夫？小姐，那少年定然是龙渡国贵族，而且地位不低，拥有暴击武夫当随从，且不止1人，这至少是1名子爵。小姐，我们还是逃吧。小姐，我们还是逃吧。人家为我们出手，我们却逃了。你带他们走，我留在这里。这个不行，
我收了你们的钱，就要把你们安全送回大夏，怎能擅自离去？哼，该死！杀死他们，别让他们靠近我！你是龙渡国的贵族，什么爵位？我是龙渡子爵周修，为何猎杀我大夏商队？哼，区区贱民，杀就杀了。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这次来你们大夏，是要与大夏六公主成婚的。我的闲事你管不着。与六公主成婚？周修，在下奉太子之命前来迎接。陶远，嗨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2个大夏武夫杀了我近半的手下，你们说说这件事该如何处置？陶远，嗨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2个大夏武夫杀了我近半的手下，你们说说这件事该如何处置？什么？还有这等事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对我大夏贵客动手？宇文将军，还请拿下他们，到太子近前问罪。是。陶公子，事情有些不对劲啊。有什么不对劲啊？那人是4龙将之一黄四海，他本该被关在大华寺之中。什么？黄四海？宇文敬，听说3界山之后，你便去当了太子禁卫，看来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呀。在下见过黄将军，5年未见，黄将军一如往昔。废话不要多说，我今天要宰了这小子，你要拦我？陶远，此人到底是谁？哼，败军之将罢了，是方辰麾下4龙将之一。哼，败军之将罢了，是方辰麾下4龙将之一。方辰麾下4龙将？货道是谁？难怪这般猖狂。怎么，你主子今日没出来？没有主子的狗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，他们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不会进入你们大夏。顺便替我转告你们的皇帝，联姻之事就算了，以后轻松对付你们，我也不会出手帮衬。宇文将军，我命你速速拿下他们，此2人已经影响到我们大夏与龙渡的关系，罪不可赦。陶公子，我只是抱其后妻，黄将军的实力堪比玉级武夫，我们这点人只怕拿不下他。该死的武夫！黄四海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危及到我大夏与龙渡2国的关系，我希望你放下兵器投降。我哪来的兵器啊？啊，投降就是了，不要说废话。投降就是了，不要说废话。你还不够资格让我投降。这个家伙把我们大夏子民当成猎物，尽情捕猎射杀，你们觉得应该如何处置？此事到了大夏，自然会有人查证。你只是一介草民，没有资格干涉此事。听到了吗？就算你那主子来了，他也没资格处理我，更何况我杀的不过是区区一些贱民罢了。你们皇帝知晓此事，也不会因此而为难我，希望你们2人识趣一些。世子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小姐，这位真是方君神吗？他竟如此年轻。方君神5年前也不过18，如今才23，自然十分年轻。方君神5年前也不过18，如今才23，自然十分年轻。今天不会有事了。宇文敬，很久不见了。宇文敬，见过世子。我如今一介白衣，宇文将军何须行如此大礼啊？方辰，你来的正好。周修子爵是龙渡国贵族，也是圣上钦点的驸马。今日他与你麾下有些误会，你来化解一二。误会？此子把我大夏子民当猪羊牛狗来屠杀，你说这是个误会啊？方辰，你真要为了这些贱民与我闹得不愉快吗？这里是大夏，大夏没有贵族，只有勋贵，这2者之间有所差异。勋贵之所以是勋贵，就是我大夏子民捧起来的，没了他们，这些军贵什么也不是。这里是大夏，大夏没有贵族，只有勋贵，这2者之间有所差异。勋贵之所以是勋贵，就是我大夏子民捧起来的，没了他们，这些军贵什么也不是。
你们把这里当成龙渡，把我大夏子民当成你封地之中可以随意屠戮的贱民，你就犯了大错。这两者没有什么不同。哼，你直接说吧，你打算如何安抚我？我死了不少手下，一两句道歉是没用的。我要真扭头回了龙渡，你们皇帝必然会对你问责。希望你顾全大局，别为了区区几条性命，就坏了你们大夏与我龙渡的关系。不错，周子爵是我们龙渡的贵族，希望方君神秉公处理。我们龙渡向来希望大夏与青松能和平相处，不发生战事。方君神也不愿意看见我们龙渡站到青松那边吧？我们龙渡向来希望大夏与青松能和平相处，不发生战事。方君神也不愿意看见我们龙渡站到青松那边吧？方辰，你要以大局为重。你们死了多少人？小女子方清瑶见过方君神，商队伤亡不多，死了2个仆役，3个护卫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大夏子民的性命比你们贵重10倍，死一个就拿10个来赔命。既然圣上看上了他，我便顾全一下大局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多谢方君神。青瑶谢过方君神救命之恩。你们是哪家商会的？小女子的青药堂隶属于龙腾商会。小女子的青药堂隶属于龙腾商会。青药堂？你们做的是药材生意？正是。啊，龙都那边的确盛产药材，若没有你们一批批把药材运回来，大夏境内的药材价格只怕会居高不下。以后啊，小心一些。小姐，您刚刚跟方君神说上话了。不错，方君神让我们日后小心一些，还夸了我们，说若是没有我们一批批把药材运回来，大夏境内的药材价格会居高不下。方掌柜，咱们别耽搁，先入大夏。这批药材要送往京都，也不知跟方君神会不会再会面。方君神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方君神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你离开方府7日，许哥说你去郊游，只怕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希望你能带我一起查明那名道人背后的情况。我已经知晓，他们的确是在追杀你。杀你的目的也很简单，挑起青松与大夏的争端，然后他们渔翁得利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躲在方府之中，别被他们发现。如若被他们得逞，死伤的不仅是我大夏的将士，你们青松也会损失惨重。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青松与大夏交锋，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只要安静的待着就行了，其余的事情就不用你插手了。萧神女，世子给你的耐心已经足够多，不要再惹恼世子，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萧神女，世子给你的耐心已经足够多，不要再惹恼世子，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你们打算就这样软禁着我？世子说了，你要愿意走也可以，我们不会阻拦你的。既然不打算走，那就好好待着。灵力消耗得更快，不过灵力也变得更加稳定。果然啊，用上这些蕴藏灵力的器具，对于制作符箓有一定的好处。灵力耗尽了7、8次，每次恢复都会增长几分。近乎升起之时，周遭的灵力突然源源不断地汇聚进方辰体内。这些灵力疯狂凝聚，不多时，方辰体内又多了一条线脉。而他此刻的灵力总量已经是当初的4、5倍有余。这些灵力疯狂凝聚，不多时，方辰体内又多了一条线脉，而他此刻的灵力总量已经是当初的4、5倍有余。这就炼气3重了。那位仙子
不知以后有没有再见的机会，也不知我的神魂是他特意帮忙提升，还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。世子，古河龙渡一州的文士在门口叫骂。为何？他们说世子无故屠戮龙渡贵族的骑兵侍从。好，周修今日入京了是吧？哼，看来他还是不太甘心，打算借此来给我找点麻烦。如今外面什么情况？二爷正在外面对骂，但那群家伙人太多了，又抱负经纶，有时候骂的话连我都听不懂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大夏本来是礼仪之邦，但你们方府着实过分，一群武夫目中无人，随意屠戮我国子爵的骑士侍从，快叫方辰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方辰别做缩头乌龟，既然做了就别不敢承认。今日我等要是没有个交代，立即前去皇宫告状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方府的武夫是不是只手遮天。大夏就是被你们这些匹夫所害。气煞我也！这群狗屁文士嘴巴怎么这么厉害？把你们的嘴巴闭上！大清早的便来我方府门前吆五喝六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方辰，你残害龙渡国骑士，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今日你能杀龙渡国的骑士，他日我们古河宜州之人是不是也任由你随意屠戮啊？今日你能杀龙渡国的骑士，他日我们古河宜州之人是不是也任由你随意屠戮啊？不错，龙姑娘所言极是。方君山，此事牵扯到两国外交，若处置不当，会给我们大夏引来极大的麻烦。希望方君神能给众人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们要什么交代？希望你能前往龙渡行馆，当面道歉认错，再由大夏律法来决定你给什么交代。铁马，此女张嘴。是。陈儿，你要冷静。二叔，我们是武夫，跟这群书生谈什么道理？你刚刚就应该让人把他们打跑。可以这么做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敢打我？我只是一介武夫，你们跟我讲什么道理？再有下次，就不仅仅是长嘴了，至少得留下一条腿。我只是一介武夫，你们跟我讲什么道理？再有下次，就不仅仅是长嘴了，至少得留下一条腿。还不走？世子，为何不告诉他们周修的所作所为？他们配吗？陈儿，你这次出去怎么又招惹了龙渡国的骑士？方辰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。方藏游听闻周修此举，勃然大怒。早知如此，刚刚我就命人把这群家伙狠狠揍一顿。你有何事？世子，我堂哥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是哪一种不见？自从那日收押了二人，第二天他便没有来大华寺打卯。我以为他在私下调查什么，可等了几日也没见他现身，他爹娘都找上我了。先不用着急，进来吧。先不用着急，进来吧。方君神，我堂哥是因为那件案子出了事，无论如何，您都不应该置之不理。原不怪，世子正在思考，你别着急。这有什么好思考的？在元宇看来，方辰要做的就是动用自身的关系，派人寻找原庄的下落，不管人是死是活，找到再说。田大人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，不然进了我们卫所，就算你能活着出去，只怕也不完整了。再想于大华寺任职，也不太可能。田大人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，不然进了我们卫所，就算你能活着出去，
只怕也不完整了。再想于大华寺任职也不太可能。我交代什么？我原装做事问心无愧，从来没有徇私枉法。你们汉道卫凭什么抓我？圣上早有谕令，内城行事先经大华寺，后经刑部。你们汉道卫早已没有在内城执法的权利。何况我还是大华寺司职，官阶虽小，但是有官。你们这是知法犯法，要砍头的。哼，看来袁大人嘴巴还是硬啊。我们汉刀卫虽然被百官弹劾打压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是替圣上做事的，能抓你来，岂会惧你？圣上，说吧，你先前和方辰前往外城查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再不说，我会用它封住你的嘴，你以后就不用说话了。说吧，你先前和方辰前往外城查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再不说，我会用它封住你的嘴，你以后就不用说话了。你们手段未免太残忍了。只要你交代，我们就是同僚，岂会伤你？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我只是被方君神前往外城游玩，无意中碰见了此事，你们还要我交代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在查礼部侍郎府的失踪案，告诉我们，你们对此案知道多少？难不成你们汉刀未见这此案？哼，我就知道，难怪外城姓徐的会包庇那陆野，那些失踪的人被你们抓了。是我们在问你话，不是你问我们。拿着烙铁的百户面色一冷，当即把烙铁印在袁庄的胸口，一股白烟冒出。袁庄痛得浑身颤抖，一颗颗冷汗不断冒出，但他已经没有嚎叫的力气了，只能有气无力地哼上几声。拿着烙铁的百户面色一冷，当即把烙铁印在袁庄的胸口，一股白烟冒出。袁庄痛得浑身颤抖，一颗颗冷汗不断冒出，但他已经没有嚎叫的力气了，只能有气无力地哼上几声。接连被折磨数日，即便他钢铁坚强的意志也快被对方所瓦解，但他知道对方抓他肯定是有别的目的。他自然不可能告诉这两个家伙，这件案子是方辰主动要他带路去查证，他心中只能把自己脱身的希望寄托在方辰身上。方君神料事如神，我失踪了这么多日，玄宇怎么也应该找到他了，估计也快要找到我的下落，再忍一忍就行了。说吧，方君神对此事到底知道多少？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，记得把我的尸身处置得干干净净，如若被方君神知晓此事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。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，记得把我的尸身处置得干干净净，如若被方君神知晓此事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。也不看看你们在与谁为敌，方君神修为已经恢复，连青松上等馆都一把火烧了。嘿，你们汉刀卫卫所算什么东西？事情也别做得太绝，他说的有点道理。刘正副使，此人说的话跟前几日一样，并无什么出入。继续审问，袁大人在汉刀卫卫所之中，你跟我去接人吧。方君神，我堂哥真的在汉刀卫卫所？世子说他在，他就在。不要质疑世子所说的一切，就算袁大人之前不在，如今也会在。方君神，方君神，原来是赵司卿。赵司卿来此所为何事啊？说来惭愧，下官麾下一名司职突然失踪，几日探查才知晓其可能在卫所之中，便想登门问问。我们卫所没你们要找的人，大华寺的司职又怎么会在卫所里？你们去别处找找。这位大人，本官的确听说袁司职就在你们卫所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不如让本官见见你们的千户。怎么，我区一介百户还没资格跟你说话了？要见千户，也要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汉刀卫的千户哪里有这么好见啊？
话已经说了，人不在我们汉刀外，你就别白费功夫了。我要处在这里，快快离去！如此狂妄，这位乃是我们大华寺赵司行，官职在你之上，你岂能如此无礼？如此狂妄，这位乃是我们大华寺赵司行，官职在你之上，你岂能如此无礼？司行，哼！这10年来，我见到的各部侍郎都有好几个了，一些将军也曾在我们卫所唯唯诺诺。大华寺司行官很大，好像不过是个正五品罢了，这便已经是高了你2级。别以为你们汉刀卫抓过不少犯官，就不把他人放在眼中。我们都没有丝毫把柄落在你们手里。今日不把袁大人交出来，我等就不会离去。汉刀卫千户牛瘸，见过方君山。你很眼熟。方君山，在下曾经在军中任职，有幸跟方君山打过一场仗。哈，原来如此。大华寺赵司行有一名手下失踪了，查到他是在你们卫所之中，你怎么看？大华寺？我们卫所岂会无故对大华寺的人出手？失踪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有没有印象。大华寺？我们卫所岂会无故对大华寺的人出手？失踪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有没有印象。袁庄，本官麾下司职。没印象啊，你们有吗？先进去看看吧。对，方君山，您里边请。牛爵一路把人引到前堂，随后便立即吩咐手下前去查阅汉宗，看看这几日是否捉拿了大华寺司职袁庄。方君山，如若袁大人真在卫所，等下便能知晓。有劳牛前户了。牛前户，属下已经查阅了汉宗，这段时间并无捉拿过大华寺司职。怎么会？方君山，会不会是一场误会？或许那位司职不在卫所。带我去你们的司狱看看。方君山，届时只有您和赵司行能够进去，还请见谅。方君山，届时只有您和赵司行能够进去，还请见谅。啊，我明白。牛前户，你在做什么？柳镇副使，小官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君山。方君山，这位是我们卫所的柳镇副使。啊，原来是方君山。不知方君神今日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啊，我来找人的。找人找到我们卫所，这不应该吧？堂堂卫所千户不知道规矩了，敢把外人带到我们司狱。如若指挥使大人知晓，你这身官服就得扒了。刘大人，方君神要找人，在下岂敢不从？只是带去司狱看一看又何妨？以方君神的身份，还没资格来我们卫所司狱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至于身份，哼，不好意思，我记得圣上说过，方君神事后不得再入朝堂，不得再领兵吧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至于身份，哼，不好意思，我记得圣上说过，方君神事后不得再入朝堂，不得再领兵吧？也就是说，方君神这辈子都是一介白衣，有何身份可言？刘大人，今日我恕不得这座司狱吗？于情于理都不合规矩，希望方君神可以谅解。我不进去也行，把人给我们带出来吧。人？什么人？大华寺司职袁庄，被你手下抓起来，此地拷问刑讯。柳大人这便记不得了，果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你记不得，他们总还记得吧？他们就是负责上刑的。方君神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徐哥，去把人带出来吧，如果谁敢拦，直接斩了。事后我去圣上那边一趟，亲自处置此事。是。拦住他！柳镇副使气得差点吐血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结果这群孬种一个个都吓得不敢吱声。柳镇副使，这件事儿，我要你给本官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们汉刀卫做事儿，需要给你交代什么？此人是汉刀卫的犯人，你们如果擅自劫走，等头劫狱，要杀头的。方君山，希望你不要知法犯法，
镇抚使级别的确有资格捉拿犯官，至于证据，对方即便不给也于情于理，因为汉刀卫独立于6部之外，直接受皇帝管辖。方君臣，何不把犯人留下？你可以体面带人离去，免得事情闹大，大家脸上无光。方君臣，何不把犯人留下？你可以体面带人离去，免得事情闹大，大家脸上无光。你错了，脸上无光的是你。你敢在卫所对我动手？方闪，你要造反不成？这几年来，我打的人每一个官职都在你之上，怎么就没人说我要造反？刘镇抚使，做好你的本分，不要再来招惹我。下一次可不是轻轻一巴掌就能了事的。方辰，这大夏你敢一手遮天？就算你曾经立下丰功伟绩，5年前3铁山一役也让你名声扫地。圣上饶你不死，你不在家闭门思过，还要插手卫所之事，难道你把圣上的话抛到了天边？圣上的话我自然谨记于心，圣上的话我自然谨记于心。可是你算什么东西？拿圣上的话来压我，你只怕还欠缺些火候。哈哈哈！没想到今日方君神会登门造访我等卫所，都怪这些手底下的人不懂礼仪，没有及时通知本官，本官来迟了，方君神还请恕罪呀。萧大哥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难得方老弟还喊我一声萧大哥。哎，这5年我不曾去你方府探望一二，方老弟不会责怪我吧？汉刀卫公事繁忙，萧大哥身为指挥使，自然十分忙碌，小弟心中理解。哎，理解就好，理解就好。方老弟，实情我知晓一二，此人是刘镇抚使批文拿下的，也符合我们汉刀卫的规矩流程。方老弟，实情我知晓一二，此人是刘镇抚使批文拿下的，也符合我们汉刀卫的规矩流程。如今方老弟就这么把人带走，大哥我很难做呀。传扬出去，他人又怎么看我汉刀卫？圣上那边我也说不过去呀。这件事儿，小弟也为大哥考虑过了。胡王爷，方辰，人还真被你找到了。我就说嘛，好好一个大活人，怎会消失不见？萧神策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我大华寺的人说抓就给抓了，也不通知我这位寺主一声。下官没想通知，只是被一些事情耽搁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滚一边去！刘镇抚使的确是有所遗漏，不过我们批捕的流程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大华寺的文件也很正常，也很合规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有人状告原装受贿，我们大华寺的文件也很正常，也很合规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有人状告原装受贿，几个月前我们就要抓他了，只是被一些事情耽搁，没想到你们趁机而入。看完没有？我们大华寺的确比你们更早吧？没有异议了吧？那人我们就带走了，还不把你的人带回去？是，寺主。如何？看清楚了？看来这的确是个误会，以后这种误会就别犯了。我脾气不好，哪天被你气出毛病来，皇帝哥哥还不砍了你的头吗？方辰，一起走吧。一起。以后办事要周全一些，不然就如今天这样，老子不仅没办法替你撑腰，还得跟你一起丢人。等下来找我，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抓捕原装。是。以后办事要周全一些，不然就如今天这样，老子不仅没办法替你撑腰，还得跟你一起丢人。等下来找我，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抓捕原装。是。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原装查了不该查的汉子，这背后应该牵扯了不少人。内城卫所刘镇抚使也是其中之一。案子很大，你可别再闹事了，我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。放心吧，你插手不了此事。
偶尔配合配合我便可，其余的不用你费心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皇帝如今很不待见你，你行事要斟酌斟酌。这些脆骨丸一人一颗。世子，这脆骨丸有什么用啊？世子，这脆骨丸有什么用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能对你们的修为有所提升。徐哥，今日没空来的，你去把脆骨丸送到他们手中。看什么？现在不吃，要是不小心丢了怎么办？只见吞服了脆骨丸的众人气血不断翻涌，短时间内气血竟然提升了好几成，内气也不断壮大。许哥本来就在暴气巅峰，脆骨丸下肚没多久，他的气机渐渐达到了玉气的程度。我晋升玉气了，你们此刻感觉如何？世子，我们感觉太好了。属下资质本来就差，这辈子只怕无望晋升暴气，结果这颗脆骨丸便让属下突破凝气巅峰的桎梏，晋升暴气之将。多谢世子赐下神药，多谢世子赐下神药。徐哥，你也不是哑巴，瞎比划什么？我也看不见。世子，我这也是太激动了，感觉好像是在做梦，不曾想我许哥也有一天能成为玉气武夫。玉气武夫而已，都不到丹气，就算到了丹气，也只是人选将，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看看铁马，他就淡定多了，好好学学。这我可学不来。这几日礼部侍郎秦东可有异动？世子，秦东除了上朝下朝，偶尔在礼部办公，其余时间都待在府邸之中，并无部队之处。叶星河呢？此人日夜都与一群公子哥在大象河边的船楼聚会，最经常去的便是御仙洲，有时带人去，有时自己去，有时跟太子一起去。对了，世子，此子的修为不简单，上次差点发现属下，很可能已是暴气武夫。此人日夜都与一群公子哥在大象河边的船楼聚会，最经常去的便是御仙洲，有时带人去，有时自己去，有时跟太子一起去。对了，世子，此子的修为不简单，上次差点发现属下，很可能已是暴气武夫。啊，查一查为何他修为进境如此迅猛。我记得他的武道天赋并不高。是。李华峰呢？可有异动？李华峰去了一趟卫所。李华峰、柳镇抚使、秦侍郎，还有萧神策，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。从他们口中应该能得知另外5名血灵教修士的身份。你去侍郎府一趟，帮我说几句话。我说过，在我练色的时候，谁也不准打扰我。你听说了吧？方辰在大夏边境杀了龙斗国子爵周修上百名西施侍从，被抓去卫所的原装也被其带走了。如果他顺藤摸瓜，最后找到我头上，我必死无疑。血灵教发生了变故，以后会撤出大夏，你好自为之。怎么会这样？秦爷，你来了，快里面请。我要见许大师。许大师正在修炼，只怕……正在修炼？许大师还未离去？对啊，许大师不曾离去。何管事，我们青药堂这次打算捐献500两。小姐，你不是打算捐200两的吗？我们青药堂虽然力薄，但500两还是给得起的。慈悲堂收容孤寡，让他们有瓦遮雨，有衣蔽体，有食果腹。我等做不到这些，便只能略尽薄力。多谢方小姐，在下替慈悲堂的孤寡们谢过了。方姑娘真是心善，大夏的商贾若都像方姑娘这般，这些孤寡也就都有着落了。秦员外过奖了，小女子只是尽力罢了。
何管事，我们主仆二人想在这里逛一逛，看一看，不知……二位请随意，只要不进内院便可。那是许大师的闭关之地，不好惊扰。可是数年前云游至大夏的高僧许慧大师，家父对许大师仰慕已久，不曾想他老人家竟然居于此。可是数年前云游至大夏的高僧许慧大师，家父对许大师仰慕已久，不曾想他老人家竟然居于此。数年前，大夏出了一位高僧，洞悉人间疾苦，以短短时间走遍了大夏每一处角落，其所过之处无不留下美名赞誉。最后，这位高僧来到京都，听说挂单在京都最有名的寺院渡火寺，很多人想来京都找许大师解惑，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真正见得许大师一面。正是，许大师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间疾苦，能助他领悟佛法。不愧是一代高僧，这姑娘有点意思。徐大师，秦侍郎，你今日来此，所为何事？秦侍郎，你今日来此，所为何事？徐大师，金花婆婆说血灵教要撤离大夏，她亲口跟你说的？对，不是，是他那位手下。手下？不是本人，只是让青木傀儡走了一趟。难道说有修士发现了我等的踪迹？徐大师，这件事可是真的？若你们就这么走了，留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啊？那地方还关着不少人，到时候我等连处理他们的尸身都办不到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秦东有10颗脑袋也不够砍呢。血灵教既然派我等前来大夏，不凑够10颗血灵神丹是不会走的。金花婆婆可能出事了。北师兄有要事，带着其余人已经出了远门，短时间内怕是赶不回来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今日起你便暂时住在这里吧。血灵教既然派我等前来大夏，不凑够10颗血灵神丹是不会走的。金花婆婆可能出事了。北师兄有要事，带着其余人已经出了远门，短时间内怕是赶不回来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今日起你便暂时住在这里吧。方辰淡淡地看着这一幕，原来那只稻草人叫青木傀儡。闻名京都的高僧竟是血灵教的人，与薛道人和金花婆婆也女汉处不同。许慧妖僧行事高调，刚来大夏便到处扬名，连我爹娘也曾见过他，为我寻求恢复修为之法。许大师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盯上我们的会不会是方辰此子？方辰？哈哈哈，没了牙的幼虎罢了，怎么把你吓成这般模样？方辰？哈哈哈，没了牙的幼虎罢了，怎么把你吓成这般模样？他爹娘这些年四处为他求药，也曾求到我面前，当时我便能轻松让其恢复修为。如今看来，应该是他爹娘找到了某种灵药。徐大师，不如您出手抹除此后患，这样我行事也就无所忌惮了。这些时日，方辰似乎已经怀疑到我头上来了。金花肆无忌惮，把你府邸中的丫鬟当成血食，难免会惹人生疑。好在我等根本无惧他们，如今只要确定是否有修士在针对我等便可。至于那方辰，杀了没有好处，不杀反而能为我们的谋划带来一些便利。如今只要确定是否有修士在针对我等便可。至于那方辰，杀了没有好处，不杀反而能为我们的谋划带来一些便利。把人带过来，给秦侍郎压压惊。这几日在慈悲堂枯燥，也好让秦侍郎有点乐趣。是。徐大师，您这是？
秦侍郎，好好为我血灵教做事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何管事，你此举到底意欲何为？秦员外，刚刚就看出你对方姑娘十分欣赏，这几日就让方姑娘陪着你如何？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这丫鬟也有点姿色，一起吧。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这丫鬟也有点姿色，一起吧。秦员外，方姑娘，要怪就怪你们来的不凑巧。慈悲堂本是救苦救难之地，你们怎么……秦员外，房里请。把人给道爷放下！什么人敢擅闯慈悲堂？救命！快救救我家小姐！别怕，本道爷既然出手了，今日就一定能救出你家小姐和你。小师太，你瞧见了吧？我们八卦门的旺气之术不是唬人的，这地方血气冲天，肯定有古怪。你快先救人！救人肯定是要救的，但是请小师太答应道爷，等道爷救了人，小师太以后就跟我结伴双修，如何？救人肯定是要救的，但是请小师太答应道爷，等道爷救了人，小师太以后就跟我结伴双修，如何？你先救人也罢，就让小师太看看道爷的手段。秦侍郎，你看吧，贫僧就说有修士盯上了我们。不过一个区区炼气3重，一个炼气2重，怎么能对付得了金花和薛道人？7道魂眼，我的法宝啊！道爷，这法宝可是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讨来的。小师太，这次是道爷害了你。说吧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，敢打我血灵教的主意？相信你们背后之人手段也不可小视。说吧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，敢打我血灵教的主意？相信你们背后之人手段也不可小视。什么血灵教？道爷不曾听过，今日只是个误会，不知道有前辈坐镇于此，还请前辈看在大家同为修士的份上，给我俩一条生路。你刚刚听到血灵教，气血差点都凝滞了，你现在跟我装模作样。前辈，贫道知道错了，看在大家属同门的份上，还请前辈网开一面。我是和尚，你是道士，你说我们是同门，佛道不分家嘛？不瞒前辈，贫道曾经也试图佛道双修，奈何小师太不近人情啊。这小师太长得倒是好看，如若你们实话实说，我就放你们离去，不然与他双修之人就是贫僧了。这小师太长得倒是好看，如若你们实话实说，我就放你们离去，不然与他双修之人就是贫僧了。果真是血灵教的妖孽，明明修炼的是佛法，却想干不当人子之事。不如前辈说得明白一些，晚辈着实不知前辈要问什么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既如此，贫僧就送你去见三清吧。这是什么手段？难道许慧大师是丹气武夫？许慧大师可在？瞎眼的，赶紧滚！今天这里不见客。前辈，这里的事与这外人无干，就别理会他了。我看他双目无神，显然是个瞎子，不值得计较。前辈，这里的事与这外人无干，就别理会他了。我看他双目无神，显然是个瞎子，不值得计较。闭上你的嘴巴！哎，道爷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你偏偏这时候闯进来，要送死谁也拦不住。方师祖怎会知道贫僧在这慈悲堂？
许慧大师果然在这儿，那就太好了。在下这几日杀意太重，想请许慧大师解惑。啊，贫僧也听说了，万施主把青松国的武夫尽数屠戮，短短10日内上千条人命葬送在方施主手中，如此杀孽，想必是让方施主夜不能寐了。这家伙什么来头？上千条人命，不会也是个小魔头吧？对啊，哎，每每到了深夜，在下就睡不着了。对啊，哎，每每到了深夜，在下就睡不着了。贫僧给方施主念诵一篇经文吧，相信佛陀能在冥冥之中化解方施主身上的杀孽。佛陀可以化解我身上的杀孽，能不能化解许慧大师身上的杀孽？果然，以灵材制作出来的紫电符威力要远远强于普通紫电符。我之前制作的紫电符最多是下品，这几张应该就是中品水准了。原来你大杀青松国武夫的手段竟是符箓。佛门说慈悲为怀，可许慧大师你却披着佛门的皮囊，私底下干着苟且之事。大师啊，你说佛陀渡不渡你啊？方君神，你不知道我等来历就擅自插手其中，就不怕给你们大夏惹来灭顶之灾？秦侍郎，我是跟着你一路过来的，你确定是来此捐献银两探望孤寡？方姑娘他们可还活着呢？你这奸人，分明想玷污我家小姐！上古之女罢了，他们说的话圣上也不会相信。方君神，你我之间本就无怨无仇，何必呢？今日方君神放我一马，下官日后定然为方君神马首是瞻。邱将军，这群人不必活着了，就地处决吧。好重的杀心！方君神，事情已经办妥，您总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？这秦侍郎他……你对外宣称这座慈悲堂藏污纳垢，看似救济孤寡，实则掳人劫货，被你们西虎营给抄了。至于其他，你不知道也是件好事。那好吧。方君神，下官刚刚所言，还请方君神考虑一二。